道之宗旨讲到敬天地，敬天地，那就是人跟心性的关系。所以天地这个范围，它是一个形象的表征，也就是说，心性在整个宇宙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那就是天地。所以整个天地怎么样复杂变化，人的身心就是怎么样复杂变化。那么身心在我们人生之中啊，它也是一个天地宇宙的呈现。那所以呢，人的身心运行顺畅，那么呢，身体自然健康，自然清安自在，无灾无病。人呢，如果说身心运行不顺畅，内在的贪嗔痴爱、烦恼妄想一大堆，外在呢又有这些五欲六尘来干扰我们，所以人呢身心会生病。那么生病的道理呢，可以说呢，演绎的很深很广。当时王凤仪老先生啊，他用这种道理来讲病，把人的良心翻出来，把你的心根啊立起来，那么他外在的这些病呢，就可以消除。这是一套修行的功夫。但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就可以翻病根、立人根，把我们的内在的那一份脾气、毛病，通通把它翻出来，通通把它丢弃。那事实上呢，这个不容易啊。毕竟夙业是累劫以来我们所积习下来的，甚至你在道场已经是很资深的一个人员，那么累劫的习气毛病啊，仍然很难改除。所以啊，我们说要立觉志，觉志就是我们的愿力。我们这个愿力呢，要下得真切，那么你的力量才会大。就好像呢，我们的树叶是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一样。这是佛家的譬喻。那么一滴墨水要掉进水里面，佛是没有办法阻止这滴墨水掉下来。但是呢，佛可以教你，你掉下去的地方，你的水可以让它扩大。怎么扩大呢？你的愿水，你要下觉志，这个愿力之水啊，你可以让它扩大。这个愿力之水一扩大，虽然那个业习种子、那个因果报应啊，还是掉进了你的水里面，可是呢，融合于无形无相之中了。你一滴墨水掉进湖里面，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呢，你那个滴墨水是不是掉下去了呢？是的，是掉下去了。因果报应呢是呈现的，但是呢，不痛不痒。那不痛不痒呢，对你来讲，是因为你的愿力大，你的觉志高，所以呢，今天你所承受到的整个因缘果报的接受啊，你是心甘情愿，而且呢，你是毫不在意。这个是明白我们的愿力。愿力既然下了，那么你就没有半途而废，你就没有退缩不前了。要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啊，得闻名师这一子啊，那是天大的福报啊，莫大的佛恩啊，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名师这一子啊。
借着这一指呢，我们可以呢这个翻出轮回，我们可以呢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是真正解决整个天地所形成的灾荒啊、灾难的根本解决之道。我们训文里面有一句叫“云层躲劫”，那么“云层躲劫”啊这句话呢，那么可见整个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那么可能呢，天地呢都要把人收走了。但是表面上是收走了，但事实上呢还没有，还留有一部分在云界，在云层啊。云层是哪里呢？云层就是弥勒祖师的净土。先暂时在那里，然后呢，等这个灾劫过后，再下来人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天地的秩序又重新整理。那么这个演变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云层躲劫的定义呢，有可能是在天地之中的某一个地方，大地之上，我们的地球之中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躲劫。那灾难过去了，那么我们这些剩下的人，还要再来这个整顿天地啊，建立一个天地的新秩序。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中国文化，每700年一次的这个兴盛，到了现在2000年，准备要兴盛的时候，但是呢，世界末日的预言竟然来到。那么可见呢，整个文运的兴起啊，必须呢跟劫数一起共生。所以道劫并降，道劫并生。道能够挽救人类，挽救整个世界生命，但是劫数呢，也可能收杀整个世界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到道的人，那么表示呢，他有机会能够逃出此劫。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呼吁冥思这一点是这么样的重要？虽然说今天很多宗教团体、很多学派都有各自的理论，各有各自修行的方法，但是呢，没有冥思这一指，他们所修行的都不只是变成一种世间的福报。因为呢，没有办法见到功德。功德是真正的亲近平等觉悟，真正的放下无明与妄想。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王道的文化来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啊！不是说天地毁灭之后我们再来开始，而是呢，此时此刻现在就要开始。现在开始要建立整个天地的新秩序，用王道文化内圣外王之道来拯救整个世间。那么你讲这么多，讲这么高，到底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先清楚，王道文化绝对不是汉朝那个时代的文化，也不是唐朝，更不是明朝，而是什么？而是周公治理作乐那个时代文化的复兴。一定要是周文的化育啊，才能够让天下呢走向这种平坦平和的一种大道。所以孔子他非常向往周公，常常梦见周公，常常呢这个提起礼乐的教化，恢复周文的化育啊。所以孔子在的时候，整个天下勉强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啊。但是孔子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恢复周文的化育。你看，孔子离周公已经是
100-200年的事情了，可能要更久。那么到了下一次兴盛是汉朝武帝的时候，孔子呢又离了汉武帝呢，那么这个大概也有500年了。但是呢，孔子留下一种典范，留下一种精神，让整个中国的文运能够再次兴起。那么中国这次文运的兴起要靠的就是这个王道的文化，内圣外望之道。内圣呢，是我们的对于圣贤人那一份的身体力行，那一份的自我要求，以及那一份的决志理想，我们必须呢赶快来付诸实践，赶快来落实，这是内望的功夫啊！不要说你是善人，你是好人，这些话呢，都不要透过别人来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一个修行人，要求成为一个君子，这个程度并不难。但是呢，我们起码要迈向贤人的标准不能够只以君子为标准。那么我们道场的大德者，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达到君子的标准。可是我们自己呢，要求达到圣贤人的标准。在佛家来讲，就是佛菩萨的标准。光在阿罗汉的标准还不够。虽然阿罗汉已经是出世间的圣人了，但是既然是名师所传下来的大道，名师在指引我们，我们就要有名师出高徒的那一份觉志，那一份愿心这样来再营造一个整个天地的秩序。所以天地的一个新秩序它不是说你立下了什么法案，科学家想到了什么方法来减少碳的排放量，或者是说用什么理论来解决，这个都是自末节，自末不治本治根本的方法在人心。所以我们讲到敬天地，要讲到对于心性的礼敬对于心性的礼敬那就是性是如如不动，心呢是应诸于万事万物，所以万事万物的圆满就是于你心的圆满。那么万事万物还有不圆满，那你心还不圆满，那你要继续把它圆满。那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圆满？因为我的性是圆满的。我们的心不能被五欲六尘给干扰，不能被呢这个六识所转移六识、七识、八识所动转。主敬纯诚的一个态度是在于生活的当下。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恭敬，那么样的虔诚。你对于整个天地就好像是你处身在一个你自己的心性世界一样，整个天地呢都是你，整个天地只有你。这个观念呢，我们会陆续强调掉，整个天地宇宙就是只有你。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呈现的，他们为了帮助你开悟，为了帮助你走向圣贤之道，所以叫做心现事变。所以今天我们的世间人所追逐的这些外在的福报
这个都是呢错用功夫啊。虽然我们需要这些福报，但是呢，那不是重点。一个觉悟的人知道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心性功夫，自己的言行修为。所以你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啊，虽然表象上他是吃着一箪食，一个我们说大汤匙、大勺子的饭，一个大勺子的水，这样呢就可以温饱。但是这个一啊，这个一有一点呢，那个专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箪食一瓢饮呢，它是专一在他的一个心性修为上。那么外在的这些饮食啊，对他来讲已经不是重点了，他要专一在这里，所以呢，他不会被外在的饮食，这个贫困的生活给干扰到。啊，居陋巷，陋巷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陋是简陋啊，所以呢，什么都没有，他自然不在乎外在的形象，不在乎外在的这些享受。他内在精神丰厚，那每天都快乐不得了。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你看呢，他的乐呢是处于那种心性上的乐，那种乐呢是无比的乐，也就是说，他将有一个大力量，这个力量呢可以帮助他来成就他的一个愿望。那么透过他专一的这个修为啊，不被外物所染，不被呢这个眼耳所惑，所以呢，一箪食一瓢饮，那个一啊，那真的是我们修行的重点。那么今天我们讲心现事变，颜回给我们最好的例子。他的心呢是追求圣人之道，所以呢，他在外面呢一切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啊，都只是支持这个肉体的生存而已，其他都不是重要了。那么，所以他三十几岁，32岁归天，当然也有讲42岁归天，但是呢，不管32岁还是42岁，他都是一个在人的生命之中是一个很短的时段。那么很短的时段呢，他因为能够专一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性上啊，所以呢，他得以成就。他可以成就为圣贤人，所以今天颜回复圣，再把孔子的精神再恢复，所以叫做复圣。那么颜回这种修为啊，可以说是孔子功夫落实的最彻底的，也是把孔子的功夫啊完全的彰显的一名弟子。那么其他的弟子呢，就比较看不出来。第二个是曾子、宗盛。那么曾子的质啊，他的根性啊，就比不上颜回这么利。那么曾子他因为是力行孝道，力行孝道，从孝道里面入手。入到心性，然后得以成就，这个呢也是一个方法。我们不是说得一善而全福音嘛？得一善而全福音，这个福音啊，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力行，不断的去动作，不断的去累积它。同样一件事情，你要不断的做到呢熟能生巧，
做到呢呼之即出，做到呢这个随手反应。那么突然有一天，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功夫上啊，就流露出智慧，你会定住在那里，哦，那当你定住在那里呢，突然的功夫成熟了，你就开悟了。所以你看禅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开悟的那些故事啊，哦，这些公案啊，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哎，突然听到一个鸟叫声，突然听到这个石头的声音，突然掉进水里面的感触，开悟了。所以开悟对儒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进圣贤人的一种进路。儒家也有开悟，儒家不强调这一方面，那么他着重在你对于这个人事的表现，因为你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人，你来到人世间，你不做人的事情，你专做这个出乎世间的事情，那么人的这种意义啊，就相对的打折。哦，你只是来这里念阿弥陀佛，念，然后就回天了，你对这个世界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那么这个不是儒家所要的。儒家所要的是我同时对人类有帮助，但是呢，我同时又可以回归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同时不是分开两件事情同时来做哦，而是一件事情哦。也就是说，我在帮助众生，我在这个正己成人的时候呢，那么我同时也是达到一种回归本来面目的那一份状态之下，来成就自己。哦，所以不是两件事情，而是一件事情。所以一切的难啊，我们比不上这些祖师大德，比不上前人啊，前人老前人啊。我们哪有什么难呢？一切的苦，我们苦得过这些佛菩萨吗？哦，苦得过老前人吗？苦不，那个境界来讲相差太多了。所以常常讲，我们在修富贵道，富贵没有道。我们古时候只有听过贫道啊，没有听过富贵道。那贫道是什么？贫道这个贫啊，就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一份专一。所以品是空无一物，哦，毫无杂思，毫无杂物，毫无杂染的那一份定力。那你定力一现前，智慧就现前。哦，所以呢，我们比不上前人的那些苦。我们今天呢，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的来修道，好好的在心性上下功夫，好好的去体悟它。透过什么来体悟呢？透过得一善而全福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前人辈这样开荒参道，哦，对于仙佛的那一份诚心敬意啊，我们比不上那些老人家。那么今天我还想回归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呢，赶快在这方面呢，好好的手持住了。哦，譬如说你讲孝，你要在孝好好的做；讲忠，就把忠做好；讲诚，把诚做好。那么这个就是呢，建立天地新秩序的一种契机。谁能够晓得呢？这个世间的人，谁能够体会这种心现事变的道理？整个宇宙天地灾难是我变现的，哦，这个山河大地是我变现的，整个天地就是我一个人。这种道理啊，太过玄远了，太过空泛了，太过深奥了。
一般人是不会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那么我们修行人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知道，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为了成就我，为了成就我，所以我感谢他们，我要礼敬他们，我要有虔诚的心，面对这一草一木，一水一沙，这些点点滴滴都是道啊，都有道啊。我的心性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我的生命呢，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和解共生啊，没有仇恨，没有怨怼，没有烦恼。你跟人呢，都是这样如如自在，如如的相处。你可以知道，原来整个天地之间是这么样的慈祥，这么样的慈悲啊！一时的起心动怒没有关系，马上把它放下。孔老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没关系，我还是有从心所欲，但是呢，我不逾矩。这个是作为一个人可以允许的欲望。所以佛教讲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一种这种约束的力量，但是呢，在这个约束的范围之内，还是允许你做某一定的程度的欲望。财色名食睡，你需要世间的财，你需要吃东西，你需要呢这个世间的名，你需要呢这个色就是色欲，你需要一点正常的夫妻关系，你需要一点正常的睡眠，这个都是身为一个人所可以允许的。但是允许不是让你乱，不是让你超过。所以在言行之中呢，点点滴滴的，借着这个礼法来约束我们的欲望。这个因为欲望呢，用久了会放纵，会泛滥的，就好像呢这个河体已经溃体了一样。溃体了，就是礼法已经没有了。那么你必须赶快用礼法把这种溃体的河水把它补住。或者是说让欲望的河水把它消弭，让它不要这么样的泛滥，等等的，这个就是对治现在世界灾乱，整个世界末日的传言纷纷不断的一个最好的功夫。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尽些什么心力呢？其实用儒家的功夫，很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你把人做好就好了。人做好了，天地就不会毁灭吗？是的，人做好了，天地就不会毁灭。但是谁相信呢？这样问题是谁相信呢？你要知道，你不相信，那么不代表你就不会受到因果的报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就没有了。所以你不相信交通规则，那你就可以不用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不相信因果的报应，你就不会受到因果的惩罚，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那尧舜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众生皆可以为尧舜，众生必定成佛。那么这样的观念呢，你也不相信。那你也不相信呢，不代表你没有佛性。
你没有这个自信啊。我们说人性本善，那么你虽然不相信，可是呢，你的人性还是本善的，你那一份良知良能还是圆满的。你的佛知佛见还是具足的。那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呢，圣贤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告诉我们。那么科学不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的知识方法不告诉我们这个，甚至呢否定这个。但是我相信圣贤人的话，我相信佛菩萨的话。他们留下来这些典籍，这些精神，在的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必定成佛。如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呢是圣贤人告诉我们。那么，所以呢，整个世界的现象，并没有存在一个你信或不信的问题。如果说你信了，你就可以成佛；不信了，就可以不用成佛。那么呢，这样呢，整个世界就颠倒了，整个世界就会颠倒。那就是因为呢，太多人呢不相信，所以世界搞得一团乱。那么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呢？凭什么？就是因为现在世界末日快要来了。我们电视上报道这个天灾地变的现象频频传出最近花莲外海有一波这个地震，结果呢全台都地震到。那可能它的威力没有像921这样。所以呢，台湾呢只是一阵虚惊当时我人在埔里，但是呢感受到那一份震动的力量是蛮大的。那新闻报道说，台北、高雄都感受得到，所以整个台湾都感受得到。那么这个只是一时的能量释放不要在意对，不要在意。那现在呢，又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我们。石油快耗竭了，石油耗竭了之后，这个运输没有了，运输就停摆，运输停摆，经济就萧条，经济一萧条。人的生活呢，就会过着那种非常慢的步调，就会过着就是忧郁，不自在、不快乐，那种心情指数就会下降，甚至呢，整个医疗体系也会品质变差，人的寿命会受到影响，人的生存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是专指石油没有了石油没有了，就产生这么大的危机。那么现在粮食缺乏，物价上涨，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气候是最有关系的。气候变热了，气候变热了，所以呢，种植在这些比较干旱的地区的这些植物不能够生长。甚至呢，暖冬的时期，我们的稻米所结出来的稻子里面是没有颗粒的，空包蛋这个花莲今年就是这样子。那粮食危机，那还有呢，整个这个空气品质变差，这个大量的冰河流到河里面让那个对流
那个这个海水的密度啊不同，所以呢，整个这种北半球洋流的这些国家，会受到这种大风雪的侵袭。啊，最近的雪灾也造成北美、北欧这些国家很大的伤害。这个都是我们最近一直听到的这种天灾地变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呢，以前呢好像只是偶尔听说过，死火山、活火山，很少听过有什么灾难呢。那最近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引发地震，它所带来的那个力量，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最近又研究另外一种这个天灾啊，就是太阳风暴，就是太阳光，它的那个带电的电子啊，冲到这个地球这边来。太阳只要释放它那个波，不正常的话，不正常的波射到地球来，整个地球就要瘫痪。整个发电系统就会停摆。整个电脑、飞机、火车、汽车的这些电脑都可能会被损害。等等的灾难呢，不一而足啊，实在是骇人听闻。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么就在你不相信的时候，这些天灾呢，不断在产生。你不相信，那么科学家用这种科学的论据来告诉你，现在真的有天灾地变。那么解决的方法，科学家提不出一道解决的方法。所以相信科学，科学是遥遥无期啊。解决人类整个天地的危机啊，科学家目前是束手无策。各种理论不断的翻新，各种做法呢不断的被提出来，但是呢都是呢可望不可及，都还在停止在这种理论的阶段，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啊。要大到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生态啊，那是真的是遥不可及啊。但是呢，古大的圣贤人、佛菩萨告诉我们，心现事变的道理。现在天灾地变的呈现已经这么严重了，人人在不知道敬天地理神明，修养心性，那么整个内心的动乱发射到外，整个天地呢就造成了一个大震动、大变动了。那这些变动啊，就产生了世界末日。那么人心的恐慌啊，我们不得不极力呼吁。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现代的修行人，白样的儒家之士，我们要极力呼吁每一个人回归自然的生活。回归自然的生活，就是呢，回到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样的生活。那么，现代的众生已经不听这一套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呢，用各种方法来呼吁。脾气的标准是在自己的心，不是在科学家，不是在这些科技上。我们必须不断的告诉人，你必须把心安顿下来。当你的心安顿下来了，那么你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运作顺畅，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还有整个社会的体制它才会运作顺畅。所以呢，重点在人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敢要求一般人啊，要立大愿下决志。下决志立大愿是我们这些呼吁的人要做的。啊，只要有一个人呼吁，啊，100个人响应，哇，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世间就有救了。你看，孔老夫子一个人，他所成就的也只是72贤而已啊。那么我们没有孔子那种智慧跟德性，我们呢就成就30个人就好了。其实先佛说过，2个人，你能够度2个人来成为佛，成佛，那么你就成就了。所以呢，先佛的标准是告诉我们2个人。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觉志跟宏愿呢，是极其的悲深啊，感觉到说2个人可能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大同的期待啊，可能要很久。所以呢，起码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带10个人，就是说一个人要影响10个人，帮助10个人成佛。帮助10个人成佛，那么呢，整个世界才有可能化解灾难。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就是你要帮助人家成佛。怎么帮助呢？借由道之宗旨，借由先佛的这种教诲，圣贤的教诲，还有佛菩萨的经教，不断的去推动，不断的去讲述，不断的去力行，不断的去感化。现在用显化了，这个作用好像不够大了。你看我们道场已经没有先佛来借机显化了，因为呢，现代人不爱听啊，不喜欢听啊。你说不会啊，在道场的法会大家都来听啊。不，我认为啊，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已经都喜欢看先佛表演。那么真正能够把先佛的话落实在生活之中、自然之中，这是非常少，少之又少。那所以那个时代，是还有不少人成就啊。现在先佛已经没有了，用开沙、批训来警戒众生啊。那么用开沙、用批训，这也只是权宜之教。先佛不得已用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方式来教化众生啊。你看先佛要扮小丑，在众人面前演戏，还被人家说成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先佛这么样的用心良苦，众生感受不到啊，所以先佛不来接窍了，其实也好。真正懂得自觉自正的人啊，他不需要先佛，他不需要圣贤人，而是呢，他只要有这些圣贤的经教在，那么他就可以呢，依照圣贤的经教而走。他只要记住了，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这些大德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天恩师德的事件啊，在他的话中啊，好好的来做功夫，好好的来力行，那么呢，他就可以成就。所以得一善而全权福音这句话呢，真的是一个我们修行的重点。你看一门深入，就是得一善而全权福音。你不用做多，你不要什么都会，你不要什么都包，你只要呢，在你的
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用功夫，用到你这个入定啊，用到你开智慧，那么你就是真正的踏上圣贤之道了。你比如说煮饭，你煮饭你没有各种杂念，没有各种染杂的心，没有分别对待的心，你就好好的煮饭。那煮饭不一定在道场哦，你在家中煮饭也是一样哦。你只要好好的对待煮饭这件事情，专心致志的来做，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定功啊。所以家庭主妇是很容易修六度波罗蜜的。你把这个饭煮好，让你的家人呢都能够有一顿美好的这个三餐啊，那么你不是在做布施吗？别人对你有所批评，家人对你有所不满，对菜呢会挑剔，你也是和颜悦色的对待，这个不是修忍辱吗？你每天在煮，不断的煮，用心的煮，这个不是持戒吗？你煮了之后还要更好，希望能够把菜煮得更好。你看一个种菜的人他说了，他也可以为天地立心他也可以为生民立命啊。他说我把这个菜种好，那么我把菜种好了，不要糟蹋这个菜，把这个天地的资源呢，好好的让它呢长大。我也可以为天地立心啊，为生民立命啊。我把这个菜煮到这个表现它最好的样子，这是参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一个种菜的农人，他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所以哪一个人不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啊？在于你那个心是不是跟通天啊？你是不是敬天地啊？你有没有这个对于一切的事物啊，存着这种恭敬谦卑的心啊？在于一念的转啊，一念的这个转念啊，是你成就堕落的根源。我们说家庭主妇煮菜当作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把家庭当作是一个道场，把这个家庭子女让他们呢能够安在他们的自然本位上，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教化他们，那么你是不是在这方面得到禅定，在这方面得到智慧呢？你是主父菩萨。那做先生的也是在修六度波罗蜜，做儿子的如果不懂，他接受了这些道理，他也在行六度波罗蜜。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做佛菩萨，都在学习做圣贤。我们世间社会和平了，世界和平了，天地的没有灾难，大同世界是指日可待，绝对是指日可待。那么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圣贤的教化，那要怎么做呢？有的人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些道理，有的人一直听到了不想听了。那么要用善巧方便。其实我们说这个软堂的显化，那真的是权巧方便，一时的便宜。软堂因应人心而发的。那软堂呢，现在呢走向问因果，治疗疾病，问前途，问感情，走向这个。那么它解决你一时的困难，但是呢，你下面还有一道困难，还有更多的困难，
没有办法解决，你还要不断去问，问到最后呢，结果你的命运都操纵在这些神的手里，操纵在别人。神那个神也是鬼神啊，他不是天地之间的正神，正神只教你恢复自然的生活，哦，正神只教你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放弃这个无迷妄想的烦恼。所以孟子不是说吗？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追求那个圆达放肆的心呢、你放肆了，就是说你的五欲六尘贪染的太多了，你的世间的烦恼太多了，你必须呢再把它收回来。哦，他比喻说，你看我们种盆栽，把一株花培养的这么好，哦，现在有在种兰花的，培养兰花的，那么销到国外去，成为一个很好的口碑，没有错，那是在参赞天地的化育啊。那么你把那种培养好他的心情啊，移转到培养你的心，你可不可以因物而起性啊？因事而悟心啊？这个是修行的功夫啊，这个必须要呢有名师指引。好了，现在名师也有告诉你了，名师也来了，你要知道，在每一个生活的环节，哦，每一个言行的对待上啊，都有大道的误入处。这个误入处呢，就是每天不断的来释放你这些无明烦恼，你这些业习啊，然后呢，让自己达到这种清净、平等，哦，这种觉悟的状态。那这个是要自己去用心的，这个不是靠别人，靠别人，别人没有办法，别人只是一个指引而已，哦，别人只是一个指引了，但是这个指引呢，现在就很缺乏，所以呢，我们需要做这个指引。啊，做这个指引呢，你看在台湾，修行人可以说呢很多，台湾是个宝岛，各家各派的修行人都有。其实这也不坏，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修行人呢，你要修到见性，修到了见功夫啊。那见性是什么呢？见性就是你没有烦恼妄想，你没有分别执着，你看到了你本来的这样的一个自性，你的那个良知本体。那么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些无明，你修行人你怎么可能还会跟人家起争执呢？你怎么还会批评其他的教派呢？你不可能会做这种事啊，因为那违反你的性德。性德是圆满无碍的，性德是和融共处的。那么修行人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那么你做好自己，达到小康的标准，这样已经就不错了。哦，达到教化的作用，在这个社区里面都以这个道场为中心了，那这样呢已经不错了。那这毕竟是小德川流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名师的弟子啊，我们不能够以这样子来作为满足啊，我们一定要呢，把师尊师母那一份大德啊，老前人的那个大德啊，完全的发挥。哦，完全的发挥呢，就是让世间人很多的人，更多的人了解到大道的尊贵。哦，我今天已经轮回这么久了，我今天已经堕落这么久了，到现在这个时期，你叫我所面对的是世界末日，人们情何以堪啊？我到底要怎么躲避？我到底怎么样回天？名师的教法告诉我们，所以要让人们相信，
名师的教法，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你看，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老人是谁呀？老人就是这些过往的人，老人就是圣贤人、佛菩萨这些人。不是我们在家中那个躺在病床上的那些中风的叫老人，不是啊。圣贤人所留下这些典籍、这些经训，佛菩萨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话，我们要呢点点滴滴，一步一脚印来做。那所以呢，老前人他在这一次的开荒训里面，他讲到，我们今天要去开荒，第一个你去具足能力，能力的修养。即使这个能力的修养是无量无边的，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是呢，你只要不离大方向、大目标、大原则，那么呢，你这个能力呢，可以从之中来培养。但是呢，不要全部都会，我只要呢一门深入。譬如说我只会做上下直理，没关系，你就好好做上下直理，你就好好做观地居左纯阳右这个功夫，把这个功夫呢做到呢这个淋漓尽致，做到如如不动。把这个佛规礼节呢教化讲述给别人听，例行给别人看。然后呢，你是在参与道务哦，那么这个道务的运作，你有你一份子在其中啊，而且不可少的。然后呢，礼节是变通的，礼节到了当地的国家，你要呢随属当地的国家这个礼节来做，来适当的调整，不是一成不变的，把台湾的都搬过去，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在柬埔寨那个道场，那么那里供奉一尊玄天上帝，拿这个披头散发，拿着一个七星宝剑啊。那玄天上帝在我们台湾的道场，一贯道的道场是很少有人在供奉，但是呢，那里就需要一尊。玄天上帝在那里助阵了。那边的运经债主很多，所以呢，去那边开荒的人常常受到一些骚扰，回来之后呢，还不得安宁。那么后学也有去过那里，当然也有受到一些程度上的干扰，所以需要玄天上帝，所以那里呢就供奉玄天上帝。所以呢，在佛规礼节里面呢，也要加入玄天上帝的礼拜。你看这是不是体察当地风俗民情啊？老前人告诉我们这样做啊。那么很多人固执不通，固执不知变通啊，一定要按照台湾的，那就产生各种争执了。那么你办道还产生争执，那么这个道还有道吗？所以后学常常建议大家啊，你到那个地方去开荒啊，你就拜当地的神，建当地的庙。你只是其中有母灯、有两仪灯，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其他的通通都是一样。当地的人看，你看，这是我们的庙，我们的神，我们的仪式，我们的这个经训、经教。那这样你要度化当地的人，不就是更加容易吗？更加快速吗？但是你要投入时间呐，这最重要的。你要投入时间，你要有定力在那里，你要有智慧在那里运作，这个是你个人上的修养。所以个人上的修养啊，必须回归到道之宗旨。你每天呢要复习，要练习，要来实践道之宗旨。把道之宗旨当作是你的修行的
这种轨道，好好的来做，好好的来力行。再把你力行的成果运作在当地的道场、当地的道亲身上，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圆融的一种做法。我们说道，这个老水烦草啊，老水烦草，也许是一种教化的机啊。那么教化，你要有能力，你要有智慧，要有方法。那能力、智慧、方法要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你现在的修为。不可以到那里束手无策。束手无策的现象是很多，但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处理各种问题。你不能够被这各种事情所牵扰，让大家呢以你为马首是瞻，不是呢你去那里成为人家的困扰。你到了那里成为被成全的对象，那么你到那里开什么荒？办什么道呢？没有道啊。虽然说是互相成全，可是呢，你自己要有这种认知，你有这份使命、责任跟担当啊。所以，对于自己真的要下决志，真的呢要立众愿。对自己没有下决志、立众愿啊，你很难办出规模出来。那么有因人弘道啊，非道弘人啊。你有决志，有大愿，整个道气啊就跟着你转。整个人才就跟着你转，你这个道场就这样转起来了。所以道场有道才有场。那不是说你去盖一间庙，那你就叫道场了。讲到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我们用《楞严经》、富楼那还有阿难尊者他们的启问来说明整个天地万物以及人它的形成的原因。正是所谓佛陀所说的依真起妄，没有真的就没有妄。那么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本性，也称为佛性，也称为法性。那么道之宗旨，这三个关系，特别要来解决人世间的矛盾。人跟身心的关系，性心身三者不协调产生了人的生活不自在，身体不健康，头脑不清楚，那么严重了影响到整个周遭的环境。所以这三种关系呢，在现在的社会形成一种矛盾，人跟身心矛盾了。那还有一种叫是人跟人的关系，也叫人跟社会的关系。那社会呢，包罗万象，除了人跟人，也包括人跟事，人跟境。那这些关系呢，你要如何去处理它？要如何去圆融它？去面对它？这个是道之宗旨要教我们的。那第三个关系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自然就是所谓的天地鬼神，跟这些有形无形的万物，人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那么这些有形无形的这些众生这些万物他们影响人
非常的深远。那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去直接了解的，所以呢，道之宗旨特别把这3个重点呢，这3个诉求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也解决了现在人类对于这3个问题的矛盾呢，人类自相矛盾呢，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把这3个关系厘清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儒家收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来学习儒家的教法，透过儒家的学习来进入到这种道的那一份的清净无为、平等自在、真诚恭敬。这个是为什么现在呢？道要用儒家这个走法来教化人世间呢？那我们先前用到《楞严经》，佛陀讲了整个宇宙世界人类的形成，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妄心的动念。那么妄心又是怎么来的呢？妄心是由真心而来的，所以没有真心也就没有妄心，真妄不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比喻这种现象，你看我们的电视就好了。电视就是一台萤幕在那里。你接上了各种的音源的线之后，好了，你可以用遥控器随便一转。这里是中视、台视、华视，TVBS、Discovery， 各种频道都有出现了。那个电视一直都不动，那个电视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比喻我们的本性。当我们在选台系、选择频道的时候，一下子变到运动的画面，一下子变到这个新闻的画面，那一下子呢又变到了这个谈话性的节目方面等等呢，各种的境界都有。那你也可能是看到暴情的，看到色力的，色情的、暴力的，看到一切有的没有的。那么在乎于你的感应跟什么频道互相感应你这个遥控器呢，你要按到什么频道所以那个萤幕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手上的遥控器那就是我们的缘。我们的缘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业我们的业呢，一直调在这个谈话性节目。好，你就跟谈话性的节目这样的一个频道那里面的众生互相感应，所以呢，你就成就在那个地方。有的人喜欢看摔跤的节目，每天沉迷在摔跤；有人爱看布袋戏，每天沉迷在布袋戏。那他就是呢，形成那一类的众生。心现事变嘛，他的世界变现前那个样子。那他的心呢，也随之向往，成为那个样子。久了之后呢，他自己也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心念之快速心念之可怕是我们人要去注意的，要去了解的。那么我们今天求了道了，我们今天要知道，心念它是依附在真性之上的，心念不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的心念呢，刹那刹那在生灭，那不是真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画面也不是真的。因为呢，它是刹那的生灭。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点，下一个刹那它就已经变化了。
那么在这个变化的很快速变化的过程啊，人把它组合起来，人用人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啊，五官啊，把它整合起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画面啊，它好像是在动了，好像是真的，那么其实是假的。这种抽象的像啊，连接起来，看起来很相似，所以叫抽象的相续相。在《白法明门论》里面，那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就是那个人不是真实的，时间不是真实的，空间也不是真实的。你看时间哪里是真实的呢？现在我们说现在马上就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已经过去了。时间刹那不住了。那空间，我们这个空间有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包括我们这个肉体也有生老病死。那么这个空间怎么会是真的呢？它不断在变化，所以都不是真的。那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会让它变化里面的那个东西。说那个东西也不对，因为呢，说是一物即不中，因为那个不容易讲，不好讲，人的智慧也没有办法去思量，所以呢，我们把它囫囵吞枣的统称道。那一种现状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讲啊，因为它已经超越我们人的思维、人的语言文字，所以只好强名曰道。那么这种境界啊，只有佛才能看得清楚。那佛今天呢，把它留在这个经典上，让我们来参入。我们透过佛的教法，也走上佛的这种步伐，一步一步的，那么就走上了这个圣贤之路。那么当你觉悟了，当你圆通了，你就成了佛菩萨，你就成了圣人。那这个是道之宗旨，他特别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今天我们人跟心性的关系我们自己就搞不清楚。我看这个探索频道的报道，发现到说在21世纪所谓的这种躁郁症、忧郁症、激躁症，或者是说痴呆症，这些等等的精神病患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倾向。那么我们这个家庭之中出现了一个患躁郁症的孩子，那父母亲呢就不得安宁了，要随时要注意他。他可能是过动儿，他可能呢随时呢不按牌理出牌，因为他躁郁躁郁已经形成了一种病因了，那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么忧郁症呢？忧郁症更可怕。忧郁症呢，它就是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呢，它在没有人看得到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会让人觉得很可怕。有看到那个小孩子，就一直捶自己的脸颊，捶到这种耳朵流血，或者是说呢，捶到了这个
牙龈流血，这个是很可怕，我们很难相信，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但是这个病症呢，在今天21世纪啊，已经成了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干扰。我们统称为心理疾病、身心症，或者是说精神病患。那么科学家用脑波扫描的方式来解决、来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脑波扫描的，我们如果说从修道的观点来看呢，我们知道它只是看到一个现象而已，一个表现的变化而已，但是它内在的真实性啊，医生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只有大医王，只有佛陀，只有名师开悟的人，才可以解决这种人跟身心的问题。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常常看到佛陀，常常看到名师，接触到这些善知识，所以我们只好依照古人的例子，以觉为师，以经典为师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训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呢好好的从这些圣人的经教啊，好好的研读，好好的参悟，好好的来实践。那么实践到久了，有一天豁然贯通，你也会碰到善因缘来跟你指点。所以呢，都是要用功啊。所谓闻思修入三摩地啊，你要闻啊，你要去看、听，你要去接触，用你的根性把这个闻啊，闻到极致。也就是说，根性发挥到极致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的闻思修，那是一个特别的法门。它闻根虽然是说从耳根，但是呢，根根相通。我们呢可以用意根、眼根、鼻根、舌根，所有的根都是相通的。那么名师就直接给你点出那一根出来了，你就用那一根就好了，用那一根来闻思修。那么人跟身心的问题，透过自己的闻思修的功夫，你要不断的去反思啊，存想即生啊，存情即醉。所以呢，懂得。那么《楞严经》用这句话来形容了，形容了非常的贴切。人如果都重视精神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存想。他不在外在去追逐，而是往心内观。内观就是所谓的存想。那么他的那个想的纯度啊，如果纯到非常的纯，纯到像这个无色界的天人啊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他就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境界。无色界最高的天，非想非想处天，那这个已经是最高级了。如果他还能够回小向大，那就突破了这个小圣，突破了六道，那么进入了禅的境界，进入了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四禅天四空天等等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呢，存想即生啊。那我们今天修行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呢，至少我们也要做到存想即生啊。那么这个道场呢，讲说呢，
众圣亲凡，这个意思呢有一点类似。那么圣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亲近心、平等心、觉悟心、真诚、恭敬的心，我们达到了程度了，这个叫众圣。那因为呢，达到这样的程度了，你会扩及到你的家人、你的社区、你的整个周遭的环境，甚至整个天下国家。所以这个叫众圣。那亲凡呢？亲凡就是说，在对于自己的个人的享受、个人外在的这些物欲的追逐啊，都已经呢把它放得很开。那是众生亲凡，也跟《楞严经》所讲的存想即飞啊，你就可以飞升，感觉身心自在，身心清安呐。所以昨天去台北，去拜访几个修道人士啊，那他们对于三教经典啊相当有研究，对于心性的道理啊也特别的用功夫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独到的见解，所以要跟他们讲话呢，其实也不容易啊，真的是有一点要进入高手之林了。他们几个呢高来高去的，你没有境界，你还不一定插得上口。那他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就是一心呢往内去追求那一份内在的平和。那当中呢讲到一个观念，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他的心达到一定的一个亲近、平等、恭敬的状态啊，那么他的身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一份逍遥自在、清安的样子。所以，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并不会给他造成多大的压力。比如说现在冬天来了，寒流来了，照理应该很冷啊。但是寒流来了就冷，那么热浪来了就热，那么这个是一般人。照理讲，有修行的人对于外在的这些环境啊，他喜怒是不动于心的，那冷热也是让他不动于心的。所以就有一个前贤，昨天呢，他是穿短袖的，哇，大家呢就在那里称赞他，哇，他修得很好，对于这种忍热啊，他也不会在乎。那有一个人穿得很厚，自认为修行还不到家，所以呢还是会怕冷。那么其实呢，昨天的环境啊，昨天的气温是比较热的，那所以呢，这个穿短袖的那个呢也是无可厚非啊。那么穿长袖的这个呢，那就因为呢比较冷底啊，所以呢很容易怕热。其实我感觉他也是在现场有一点热。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一个人的外在都是从内在先生发起，然后产生的现象。所以人跟身心的关系啊，是修行人最主要要掌握的。你的心呢不正啊，你所接触到的环境啊，还有这些人情世故啊，一定都是一种不正的一个磁场。那么心正了，你所居住的环境，你所面对的人事物啊，就会正了。所谓福人居福地啊，这是算命家他会讲的话。福人居福地啊，那福地福人居啊。福人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本来不是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呢，福人一来啊，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很好的风水地理。所以福人居福地，那福地福人居啊，这个地方啊本来是很好的风水宝地啊，那么一定会有福报的人才会进来这里住啊。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强行要进来住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水呢也会被搅乱掉，整个磁场也会被破坏掉。哦，所以算命先生他讲了相由心生啊，福人居福地这些话呢，其实啊，表示呢他们对于整个命数的现象啊，他们的理解还是在于心的变化。那心的变化就不是算命的那个数可以掌握的，心的变化呢，要从修道这种格物致知，从自信本觉来下功夫啊。那所以说穿了，还是心性上下功夫啊。那所以说，刚才讲了，这个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七心，便是七神。所以心的起心动念，我们人在人世间啊，就一定会有心的呈现。因为人世间是一个后天的环境，是一个有这个气世间的相对的世间呢，所谓二元的世界。那么人处在这个生活环境，这个虽然是整个工业所造成的，但是呢，我今天处在这里，我有我超越的方法，也有你成圣的根据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认定这个成圣的根据啊，我要成为回归本来面目的那个样子。所以圣贤人、古大德教我们怎样做，怎样做，你就看着经书，看着古训，跟着古人来做，那这样你就可以回到本来面目。所以关圣帝君讲无愧心，无愧神。你对于心是性的呈现嘛？心照理讲是圆满光明的，但是呢，心会映照万物而起现行。它映照了万物呢，会因为所映照的对象啊，而起了波动，起了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会产生你这个所看到的境界的就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就产生你的现行就不会不一样。同样是看到一批黄金，有的人呢认为它已经发了，想要占为己有；有的人呢把它看作像大地的一份子，它就是一般的土地而已啊，毫不在意啊。那这个就是心性上的不一样啊。那么会被外物所执着或染着的话呢，那么个人的业力啊就随之而形成，随之而形成呢，加上累劫不断的坚固的执着，认为呢就是这样子。记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把这些呢好坏善恶的通通记住了。那么你记得错的多，那么你就走向三恶道；记得善的多，你就走向三善道。所以，其实说穿了，人的阿赖耶识啊，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恐怖分子。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生活上的不安、恐惧，以及各种身心上的干扰，其实就是阿赖耶识，我们的心神啊，自己在作祟人的心神在作祟啊，所以人不晓得他的一个变化这么样的细微，这么样的繁复所以当你做了七心，就是做到七神了。所以当你去神里面、神堂、庙宇里面去拜拜的时候你要求神，你要先问自己，你有没有七神？
什么叫七神？就是你有没有七心。你的心呢，是不是随时保持在清净、平等、恭敬、真诚的那一份修为上？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你今天去求神拜佛，你的感应呢，一定是微乎其微除非你个人的业报，那么你自己会引发出自己的业报，自己的福报，否则神明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感应的。神明也不可能决定我们的生死，更不可能带给我们福报。这个是我们知道敬天地理神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因为呢，天地神明是自性的变现这件事情太过奥妙了，人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呢，儒家就告诉我们，关圣帝君这里讲，故君子三位视之以胜其笃。三位视之以胜其笃，笃就是那个唯一的。我们说性体，我们说如来藏，良知本性就是那个笃。那个笃呢，你不要让你的心产生蒙蔽了，因为它的这个笃呢，透过心来呈现性的状态但是心的造显它会去染着万物，所以你要胜其笃。你的出发心是这么样的光明洁白，但是呢，你造显万物的时候起了各种分别变化，于是有了妄想、分别、执着，各种的无明烦恼产生，累劫不断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关圣帝君讲，从君子三位视之开始。你看他还分3个等级你要是一个君子，你还要做到三位视之。当然能够做到三位视之，就是一个君子。所以一般人还不行，要达到君子的标准。那么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君子的标准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要是善的。你一心为公，一心为众，这个才是符合君子的标准。那么三位视之呢？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这个是三位。你看这4个三位，儒家告诉我们的这3位讲得多好。天命，为天命，为天命是什么？我们讲到天命在道场讲的天命太多了，但是我们基础上呢有2种认知一个就是老天给予万物、给予众生的命，这个叫做天命。那么他给予你这个命你有这个生存在这个世间的一个能量，还有呢，生存在这个世间你所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天命。那另外还有个形而上的天命那就是呢，老母他所降下来的大道，这个无极这样的一个真理落在人世间。那么它落在人世间是透过祖传承当然因为一般人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人身上有道，人身上呢有那个如来藏性、良知本性，所以呢必须透过这个开悟的人圣贤人、佛菩萨来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明师。所以明师传给我们那个回家的路，那个就是道。那这个就是形而上的天命。
所以我们道场后来在讲啊，谁有天命，谁有天命，那个讲的都是非常狭隘的天命。啊，我们今天有这个道体，老师呢，他也将这个道体传给我们，我们将来可以回归到这个道体，那这个就是天命。所以你看，为天命，这个你要多么可畏啊！你要多么敬重他啊！没有错，今天各类的众生，哦，万事万物都有他的性。哦，他们都可以成佛，但是呢，他绝对没有像人类这样子有高等的智慧，来可以诠释天地之间的奥妙，可以阐发宇宙之间的真理。所以天地人为什么合而为一，合称三才啊？天不言，地不语，要透过人来言语。哦，天地的教化也要透过人的言行啊，来达到这种教化的作用。那么代表天地的人是谁呢？圣人。所以古圣相传，佛、菩萨这些大德者，都是属于代表天地的人。那么他们不是别人，所以我常常问，到底古圣是谁？啊，最原始的那个古圣是谁？啊，我们在道场常常讲古佛，那古早就已经成佛了。这些古佛到底是谁？说穿了，古圣古佛，不是就是我吗？他不是就是在讲我吗？我的那一份如来藏，我的那一份良知道体。哦，我跟他是没有两样的。我今天只是聚在这个肉体上，被这个肉体所拘束了，被这个五欲六尘给染着了，所以我不晓得我今天是跟那个古佛、古圣是一样的。那有名师告诉我，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修行的道理，慎独的道理，然后进入到他们那个道体。所以要三位四知啊，这是为天命啊，所以为这个字眼啊，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清净恭敬的心，平等无为的心。所以呢，这个清净恭敬、平等无为这样的一个心呢，就形成了一个敬畏。畏是有一点恐惧的意思，但是这个恐惧呢，是一种心存恭敬的恐惧，因为呢，很怕我们随时呢会断失掉这个天命，会失去了跟天的那一份依止的关系。如果跟天这个依止的关系你找不到了，断绝了，那么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你只是一个躯壳上的运作而已，你已经没有背后那个天恩师德的力量了。所以为天命，我们才知道天命为什么需要这么样的恭敬他、敬畏他。为大人，为大人，大人呢？我们讲说为。这里讲的大人啊，人得一而为大。人得一而为大，这个一呢，就是说他已经贯通了所有宇宙万物的事物真理，就是从这个一的道理来贯通。从一呢返回到无极，印证到我们人世间。这个两极对待的道理啊，其实它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在里面。就是两极不变的，你要把它混合起来，而成为一。
所以六祖慧能他才说我禅定解脱，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之法。那么他这句话呢，同时可以用在三教经典上，所有的法，如果你有分别、有对待、有执着，那么都叫做二法。当你放下分别、执着对待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进入了一真法界，就所谓的一。所以唯精唯一，允直觉中啊。所以他这里在讲的大人不是那个做官的那个大人而是呢已经成其大，已经呢接受到整个天地能量的那个大，那个才称为大。你可以跟天地精神往来，你可以呢打破时间跟空间的界限，来往在整个宇宙当中。过去未来你都已经通晓了，所以呢，大人的话常常呢，这个先说后应，所以一些再来者，一些倒装将士的古大德，他们这辈子来，有时候他们讲的话呢，都会先收后应，先收后应，那是因为呢，他的话呢是大人的话，他已经是成其大了，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为大人，那为圣人之言，这是第三位。圣人之言呢，圣人跟大人，那他不一样的地方是，大人是无为而为，圣人是从有为而入无为再把无为的教法把无为的道理透过有为的教法，要来教化众生。所以圣人呢，要负起教化众生的使命。那么教化众生，你一定要让众生看得懂。所以呢，你要讲众生听得懂的话，你要做众生看得懂的事情，这样呢，你才能够以身作则，来引导众生走向希圣希显之路。所以圣人之言，我们对之呢产生敬畏。敬畏呢，那是因为圣人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知天命，这种成大人的一个境界。那么他今天示现这个道成肉身他在用肉体的方式跟众生处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他只是一个人，可是呢，他已经呢上下贯通。所以我们只要依止他所讲的话，所示现的道理，依他的这个言行为准则，亦步亦趋来做，那这样呢，你就能够踏入圣贤之道。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圣人之言。圣人之言，把圣人的话看清那么对你自己只有损害并不是说圣人要处罚你而是你对自己的产生的这种烦恼障碍更加的繁琐，你的解脱之路更加上了蒙蔽所以佛陀说可怜悯者是一个让人家很可怜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可多了今天的社会不听圣人之教的人，那是太多太多。依照自己的脾气毛病依照自己的福报业力，那么认为自己呢不可一世，认为自己呢可以旋转乾坤
呼风唤雨啊，结果呢，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他的意思就是他个人的习气毛病，累生的业习啊，就不断的去制造出各种的祸业苦，那么产生了更多的共业，那更多的共业呢，就形成一股牢不可破的因果。所以呢，后来他也摆脱不掉，他也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呢，都是因为不听圣人之言。那么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听到圣人之言，那是非常大的恩德，非常大的福报。今天如果有人还在讲圣人的话，推广圣人的话，而且呢力行圣人的话，我们要不做第二想，要赶快去向他学习。只是圣人呢，他不会显神通啊，他不会招摇啊，他不会四处去宣扬说他就是圣人。所以呢，要高明的人呢，要有悟处的人啊，他才能够看出这个是圣人。那名师出高徒，这个只有高徒才能够遇见名师啊，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有的人虽然跟着名师学，可是呢，他一点受益也没有。那么他没有受益呢，那表示呢，他在这里呢得不到这种修行的入处。那他修行呢没有境界，没有功夫啊。因为呢，他不听老师的话，不听圣人的话，自以为是，用自己的因循苟且在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不听圣人言。那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典、这些古训呢，都是圣人之言。我们现在说老人之言呢，他们都已经作古了。但是呢，他们精神呢，却一直在教诲我们。所以懂得的人呢，三位四之啊，赶快呢，以此为戒，好好的来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走出自己的下一步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在这个业习的世界里面，累积了脾气毛病的生活空间里。错一步啊，满盘皆输啊！你一个步伐走下去啊，你不晓得接连而来的这些业障的牵缠啊，它是排山倒海啊，让你连抵挡的力量都没有啊。那么你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佛陀也有强调修行人啊。他所面对的各种的干扰，他会有哪一些状况？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他？那么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说，你不要理他，不要在意他。禅宗说佛来斩佛啊，魔来斩魔啊，他这个呢是属于这种境界上的一种魄力啊，就是真的要这样子。当你在修行遇到佛了，那佛是真佛假佛？你如果喜欢这个佛了，你就跟他去了，结果呢，他就是魔的化身。那他魔来了，他变现各种的你喜欢的样子。喜欢的境界，结果呢，你又跟他去了，你也着魔了，进入了魔子魔孙了。这里面的《楞严经》他讲的很详细，55阴魔啊，这是修道人最大的障碍。我们呢有空应该来看一看啊，我们会碰到哪些情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呢，不欺心不欺神，自己呢
这个戒慎恐惧啊，三位四知啊。那四知是什么？四知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个是四知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属于理神明的部分。哦，我们的周遭有太多跟我们重叠空间的众生了，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也感受不到，但是呢，他们知道，就好像二度空间的这个昆虫啊，你看像蚂蚁，蚂蚁是属于二度空间的动物，所以呢，即使你走到它旁边，哦，你准备对它呢做出什么伤害，它也不知道。哦，所以更高层次空间的哦，所谓不同维度的空间啊，他那些众生啊，看我们可能像看蚂蚁一样啊，那么他可以随时伤害我们，他也可以随时影响我们的。你如果跟他有什么因果牵缠的话，那么他可以随时控制你。哦，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妄想分别执着的地方，他就趁虚而入啊。这个是为什么三位四知的道理。哦，这个在这个世间啊，知道我们人在做什么的鬼神太多了。哦，你看我们这间房子平时就有这个地基主，啊，这个是鬼神，有所谓灶神，有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哦，我们这里这个城市还有所谓的城隍神，哦，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古井还有井神。哦，一棵树呢，超过人那么大，它就有所谓的树神。哦，它跟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如果呢人对他们有所不敬了，那他们可以修理你了。哦啊，他们也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是了然清楚啊。那这些鬼神知道我们状况的鬼神啊，太多了，没有办法数清楚了。因为鬼也有五通啊，鬼除了没有漏精通之外，它还有5种神通啊。哦，它可以穿墙越壁啊，哦，它可以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所以对于鬼神啊，孔老夫子说“敬而远之”啊，这句话呢说得好。敬而远之，就是因为对于鬼神的道理啊，我们恭敬他，但是呢，不要学习他。不要学习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程度啊？我们人的智慧不知道啊，因为人的智慧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敬而远之，恭敬他就好。哦，你也不要呢，这个污蔑他、诽谤他。你污蔑诽谤了，他会来修理你，他会来干扰你，让你生活不得安宁。啊，恭敬他，可是呢，我不学习。那我学习的是什么？我学习的是圣人的教诲。啊，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我就学习这个。哦，圣人讲这个君子三位四知，以胜其笃。那么我就注重三位四知，我就胜其笃。哦，这些正知正派、正见正脉的讲法，这个才是呢我们人在人世间修学的依止啊。所以你看，敬天地理神明，它的这个意义啊，是相当的广，相当的深。哦，那接下来还要讲，物谓暗室可击，屋漏可窥，一动一静，神明鉴察。
实目实手，理所必知。哦，你不要说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你就可以欺心了。哦，屋漏的地方，隐蔽的地方，你就可以窥心啊。神明鉴察，一动一静，神明鉴察，做什么事情呢？神明鉴察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电视新闻的报道，很多犯罪分子在夜间出来犯罪，都认为没有人看见，结果呢，不久被举发了，哦，甚至呢，他的脸呢都被人家公布出来，还以为呢，神不知鬼不觉，那不晓得呢，有监视器在拍着他，那刚好他犯罪的地方就有监视器拍着他。那么如果没有监视器呢，还是有这些神明呢，啊，有这些鬼神在鉴察着他。啊，你看我们人有所谓的三尸神，有所谓的日游神、夜游神，哦，还有灶君，还有呢报事灵童。报事灵童就是上恶童子。你看有这么多人管着我们。我们哪里逃得掉？哪里能够胡作非为啊？他们都知道。那么我们地基主也知道，土地神也知道，城隍爷也知道。哦，这些天地鬼神通通知道，他们有所谓的情报系统。他们这个电脑一输入啊，整个骗虚空进法界，这些鬼神啊，通通都知道。只要呢，他可以进入你的阿赖耶识这个大电脑，他就可以读取你的资料，你在做什么清清楚楚。所以你看那个听那个林仓库林坛主，他在讲他的这个天堂的游记啊，那是非常精彩啊。但有一幕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呢，在天上有一个造善台。所以天上的叫造善台，地狱的叫造孽台。那在造善台也是造出他在人世间的一举一动啊。哦，譬如说他做回收，哦，帮助了他们的这个道场，帮助了这些流浪孤苦的人，这些都被造出来了。有一幕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小时候去偷隔壁邻居的这个桃子，好像是桃子还是李子。那么隔壁邻居呢，也是他的亲族啊，不晓得是伯伯还是叔叔啊。然后呢，他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去偷个水果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早就忘记了，没有错啊。可是呢，你的八识田中还记录了你的一言一行。那么在造善台里面就把他的一言一行给造出来了。5岁的时候偷了隔壁家叔叔的他们家的这个水果。那他小时候，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小时候已经5、6岁，那很小啊，那可能是30、40年了。那个年代，他不但他造出他这个动作，还造出那个年代的这个路房子当时人的穿着他用什么工具去偷摘这个水果，结果呢，被他的伯父抓到的那一幕通通照出来。哇，他真的是吓到了，不得不佩服实在是太高明了。天上的科技比我们人间的科技还要进步
那所以哪能逃得掉呢？对于天地神明，我们怎么能够逃得掉呢？如果不是说照着自己的这个清净、平等、公正、真诚来做的话，你逃不掉这些鬼神的记载。因为那鬼神其实就是你呀、凡人心即神，神即心嘛，其实就是你自己记录你自己啊。那些鬼神是你的共业，你的真心期望变现出来的。那么你的阿赖也是，分别出来了。他们这些人呢，到了进入你的阿赖也是来读取你的资料，很简单一下子就看到了。你能够逃得过别人你逃不过你自己啊。所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这句话呢，你这个讲得好，一动一静生命见长，实目实手理所必至。所以对于天地鬼神的道理，天地神明我们只有一个字：无不尽。为什么普贤菩萨要礼敬诸佛？他把一切的众生都看成是佛，所以呢，因为是佛，所以对佛呢没有不恭敬的。小猫也是狗，也是佛，那个小鸟也是佛。包括这个扇子，扇子是不是佛？扇子是佛。为什么扇子也是佛？扇子是木头做的，那木头呢，它的这个质性是从木出来的，是从大地出来的，所以呢，它的有大地的质素。有大地的这个木头的这种法性。那么我们知道，木的产生是整个地水火风的产生。地水火风呢，是我们的自信期望所产生的，所以这支呢，也是我们的自信在里面。那它会不会成佛呢？它当然会成佛，因为它有法性它是无情的。无情的众生，可是无情的叫做法性，有情的叫做灵性，或者说叫佛性。那他什么时候成佛？这支扇子什么时候成佛？那等到你成佛了，他就成佛了，因为你已经没有真妄的分别了，你已经进入一真法界了。当你进入一真法界，你的境界看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心的体现再也没有妄心了，你回到如本体的那一面了。所以《楞严经》教我们舍事用根你这些分别意识、眼识、鼻识、舌识这些呢，这些意识呢，通通要把它舍掉，用我们的根性。根性呢，就是根性，其实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性。真性呢，透过耳朵来听，那么呢，会攀援出耳根所听的东西，所以呢，根性就变成视性了，这就是心性的道理。所以当你在看荧幕的时候，你就要懂得，那个电视是如如不动的，荧幕是会变化的，变化就是所谓的这种分别意识。那分别意识都是妄了，都是虚妄的。能够把这种虚妄呢，把它看破，把它放下，那么你就证得真如本性，你就呢了解到今天地。最近呢，海地发生了大地震，那据说伤亡的人数单死亡的人数就超过20万，那受伤的可以说不计其数现在还没有办法估计那么这个我们曾经分析过，为什么会有地震的产生？整个天地它没有照着次序来走，
那它呢就会发生晃动。晃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心不平人心不平产生的晃动。所以呢，现象界是依着我们的心的变化而起变化的。我们讲过心现事变的道理，已经讲过很多次，不断的在强调这样的观念。佛陀在《楞严经》里面也讲过整个世界的形成，以及呢这个六道十法界的形成，甚至呢这些鬼道啦、魔道啦、仙道啦、天道啦等等的这些众生的形成。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楞严经》啊。那么从佛的教界，我们知道地发生震动，地代表我们的心，那么心呢发生了震动不安，所以呢产生了这个地震。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联想到的关系。如果说从这个《楞严经》的教界，佛的说法，那就是心不平了。人心不平产生地震，人心不仁产生旱灾。这个就是呢心现事变的道理。那么佛陀强调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要知道依报就是依附在我们身心的这个环境、物质的条件，包括我们的这个吃住、食衣住行，我们的整个大环境，这个都叫依报。那正报呢？正报是我们心的感受，心的这个程度我们说水平你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有的人把这里当作是天堂，有的人把它当作是地狱，这个都是因为正报上的不同，而呈现了整个依报上的不一样。那么有共同的这个共业，共业呢，就是整个地球的环境。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里面，地球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息息相关的生活里面呢，就产生了一种共业的营造。那么你为什么会来地球投生呢？或做这里的众生呢？这个就是因为你的业力来到这里。那么你跟这些人相处，那么这个跟你相处的这些人事物就是跟你一起的共业。那所以我们这次看到海地大地震，伤亡这么样的严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地震不断的频传。在世界各地不断传来有地震，只是呢有的造成灾难，有的呢灾难比较严重，有的灾难比较轻微。那这一次的海地的大地震那么想必呢应该是一种很严重的共业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灾难。那么人心不平。像海地这种国家，他们本身呢就很少有圣人的教育。那么在新闻看到海地的人民还来过台湾来拜这个瑶池金母，也就是说拜台湾的这个神明来皈依在金母的门下。那这样也算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呢也可以说明说海地那个地方它本身
没有圣贤的教化。那么没有圣贤的教化，就很需要有圣贤教化的这些地区的人民呢，去教化他们。那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贫穷的国家是越贫穷。那么灾难呢，通常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你想想看，这是为什么？比较起来啊，我们会发现到说，像非洲，像这个南美洲，这些呢比较是属于未开发国家，或者是说开发中国家，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呢都非常低。为了求一顿之饱啊，就要这样子，一天的努力啊。那么我们北美，我们北半球这些国家相对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一点。那比较高一点呢，所以呢，我们会进入到这种精神的层面、心灵的层次。所以衣食饱而知礼仪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敦品从礼，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医报啊，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学到圣人的教化。我们要非常感恩啊！今天你还能够听到有人在讲礼，有人在讲品，这是相当不容易啊！在这个《吕氏春秋》里面记载了一则故事。周文王当时呢，他们的国家也发生地震。那么圣人的教化，周文王是圣人，那圣人的教化之下，都还会有地震。那可见呢，周文王还必须呢，更加的让他的子民了解到整个天地的道理啊，这个一定要透过教化，才有办法改变整个医报的现象。那么他的百官就很惊讶，很惶恐啊，不晓得怎么办啊？地震啊，快了，地震已经来了，余震不断啊，大王，我们应该如何是好啊？那周文王就反问他：你们这些天文官啊，你们这些工程师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那有的人就建议说，我们应该把城墙啊加厚一点，把这个国王你住的地方啊，这个四周围啊加坚固一点，多派一些守卫来固守，免得发生危险。那周文王他想一想呢，一个地震必须要浪费人民的公帑，浪费人民的劳力，来加高城墙，来固守他的家园。那这不是有德之士，这不是有德之君啊！这不是王道的精神啊！所以呢，他就跟他的百官讲：我要修养我的品格，我要遵守我的礼仪，来祈求上天降低这种灾难。地震是上天所降下来的灾难，所以呢，他要用遵守礼仪，崇尚品格。所以他自己呢，把朝中的这样的一个礼仪严格的要求百官遵守，那自己呢，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更低，君臣之间呢和睦相处，然后呢，这个人民的赋税降低，那人民呢各安其职，那所以地震就这样了，
悄然消失了。那这个就是文王，他用这个礼仪啊，来降低地震的方法，这是不简单的。周文王会想到，会知道天灾地变是他的德性有损。你看当时周朝后面的那几个君主，周幽王是个无道的昏君。周幽王的时候呢，商朝的这个周朝的发源地稷山稷山这个地方崩掉了，稷山也崩啊。那周幽王呢，对于这个地震不理不睬，跟着他的爱妃褒姒每天呢淫乱宫廷，不理朝政，所以西周就这样灭亡。所以你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他的领导人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是这个皇帝，以前这个皇帝呢是天命给他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权责呢更大，比起现在我们所选举出来的总统他那个福报更大，当然影响力也就更大。你看在佛经里面记载，所谓金轮王、银轮王、铁轮王这些天王他就是统治整个4大部洲那他们的福报呢，就比现在的国王要大很多。比现在总统的福报要大很多。那到了周幽王，他没有道，没有德，所以呢，国家就灭亡。所以回归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世界看到海地的大地震，先前呢是四川的大地震，这都诉说了一股人心不安的现象。人心躁动不安呢，就会发生在这种恶报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呢，所谓的地层带那只是科学家的说法。所谓什么断层地带这个地方的人会比较有可能受到地震的侵袭。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个断层地带呢？那也是他的因缘果报所以断层地带会不会发生大地震？其实呢，这个跟断层没有绝对的关系。真正有绝对的关系的是依报随着正报转，是人心的呈现。所以海地这个国家现在呢，有很多救难的这个国际组织通通到那边去救度这些灾民但是呢，这个粮食医药这种生活条件的物资也要纷纷立刻进场。那海地是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台湾虽然也有派这个救难队去救援，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更应该有深入的这种民间的交流，尤其是这种心灵上的交流、宗教上的交流。应该更鼓励民间的这些宗教人士这些修行的团体要过去那边教化我们这些邦交国家的人民那至于海地有没有一贯道的道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海地既然跟我们台湾有邦交，那么就是跟我们有缘，我们应该呢也有机会去教化他们那边的众生，把这种礼仪之教、圣贤之教
传到那边去，让他们减少他们的天灾地变，减少他们的这个贫穷苦难。我们常说台湾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地区是还有一些修行人住持在这里，所以台湾这个地区呢，呈现的是富祥安康的一面但是它里面也有很乱的一面，这个很乱的一面呢，跟很善的一面呢，这样呢互相的供应之后交感之后善恶力量在拉扯，所以有时候善的磁场比较多，有时候恶的磁场比较多。那恶的磁场多了，就发生像88水灾这样的天灾地变，然后人民又开始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检讨我们现在的这个圣贤教育敦秉从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落实到了？你看这个国家无理则不宁一个无理的政府那它就是国无宁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的立法院就像菜市场，为了一个法案大家呢你争我夺，我们的法案都是这样通过的，这国无理所以呢国家没有理整个国家就要乱。理是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些政府官员这些民意代表要遵守的这个该有的礼仪因为无礼必亡，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之前讲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个没有仁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行礼的。所以仁而不仁，如礼何？这是孔老夫子讲的。一个没有仁道德的人，没有仁慈的人，他怎么会行出这些有礼貌的这些言行呢？但是呢，他又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所以你要有一个仁德，你必须要克己，然后呢，回归到我们最原始的那个面貌，那个言行。那克己，我们说克己呢，是革除这些心物欲物，革除我们的脾气毛病。己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面目被这些脾气毛病、这个无明妄想给障碍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复礼照理讲，我们本来面目都是理的。我们言行，我们行持出来的都是符合理的根本，符合理的原则。因为理是一种天地的秩序人伦的秩序那么天地都照着这个秩序来走，就是有理。现在天气呢没有照着秩序来走，这表示呢人心呢印着人心的变化，印着这个天地呢产生变化。所以孔老夫子又想，不学礼无以立没有学礼，他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世间你看人跟人之间，你要有一个基本的礼仪。那这个基本的礼仪呢，是以谦退为主，所以君子以谦退为礼遇到人跟人的事情总是以谦退为原则，那这个就是最好的礼。谦退了，我们再来讲这种道理，再讲这种唯理细节，到底谁好谁坏，谁对谁错，大家都先退一步再来讲理。所以谦退为礼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孔子的弟子子路他当时呢是魏国的大夫，那他呢因为要保护他的这个
主公我们说他的老板，所以呢，一定要回到魏国去看看状况。但是呢，魏国正好在发生战乱，呢，他就冲进去，也没有问个头尾，就说要去救他的主公。那么人家看他这么无理的行为当然这些整个战乱的这个军队全部都指向他了。所以子路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杀死了。当时子路如果能够稍微理智一点，能够谦推一点，那么他可能不会无缘无故死。所以子路是自己去送死的。死之前还知道把帽子戴正，表示呢他有君子之礼。那么可见呢，子路的礼呢，对于自己的行持很要求。那么对于别人呢，他呢，对于跟别人这个交往之间呢，他就没有那么在意，所以造成了他罔顾性命。同时在魏国当官的孔老夫子的2个学生，一个是高才，一个是子路。孔老夫子当时就预言，高才会回来，子路会死掉。果然如他的预言。所以孔老夫子已经看透子路的行为，因为无礼者亡嘛。君子以谦退为礼，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人家争那个理，你争什么理都错了。尤其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你要争什么理？越争是感情就越差。夫妻是讲情，所以呢，人情在这种礼仪上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了，就是要谦退，没有人比较高明，没有人比较伟大。尤其是男方这一方你没有比较厉害，男方更应该显得出他那个谦退的这种君子行仪所以只有谦退了，你才能够保持住你的那个感情的生活。所以夫妻双方在吵架，只要有一方赶快跑掉，不要去理，不要去应那么呢，这一段夫妻的感情还能够好好的维续下去。对方讲什么，充耳不闻，马耳东风但是呢，谦退为礼。谦虚的态度来面对他。虽然他讲的没有道理可是呢，听一听就算了，不要在意。这个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道所以君子之道赵端乎夫妇这个夫妇的道理是今天我们人世间最大的问题。就夫妻没有理了，夫妻没有理才造成今天世界动乱，整个末法时期的现象产生。那么谁知道这种道理呢？我们看到这个电视这些谈话性节目，他们把他们自己怎么样的跟男女相处的关系把它表达出来，把他的最落魄的一面、最失望的一面，把它诉诸于这个画面了。昨天我还看到一个事业有成的妇女，然后她在谈她为什么会离婚，然后她在讲什么人要追求她什么人在跟她交往。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会觉得说，真的世界社会乱了，就是乱在这种你自己的这个家庭问题自己没有解决用逃避的方式
来解决离婚。那结果呢，又把这种负面的讯息啊，在媒体上播放。他讲，每个人都讲，好像呢，这个离婚的事情呢，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成为一种这种茶余饭后的话题啊。那么已经变成这种现象了，这个君子之道已经没有了。我们社会呢，看不到君子了。应该说，在这些媒体上啊，难得看得到君子。但是我们还是承认啊，世间还是有君子的。人家君子之道，造贪污夫妇啊，所以君子之道，君子以谦退为礼啊。所以你跟夫妇之间的相处啊，就是一种谦退的态度。只有谦退了，才是最好的方法。一切要忍。你看，一切法得成于忍，《金刚经》讲的这句话，尤其是你修道人啊，白羊的修士，你今天如果说还跟人家谈到这个感情的问题，啊，这种离婚的问题，那么你到底修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晓得说你这个视线啊，会有多大的果报？你一定要忍。哦，对方即使再不合理啊，你都要忍下来，因为一切法得成于忍嘛。你这关没有过，那么你以后还是一样会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所以讲道理啊，孔老夫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基本的礼仪啊，是我们今天做人的条件。那今天呢，人跟人的纷争这么多，啊，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一言不合就走上街头，一言不合就到这个政府部门去抗议，哦，就找个媒体来宣泄。这个呢，都造成今天社会乱象的原因呢。那么媒体呢，推波助澜，媒体呢也有因果。哦，这个道理呢太过细微了，所以呢，如果说没有人出来讲啊，现在的众生啊不晓得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理失掉了，就是诉诸于武力啊，诉诸于抗争，哦，斗争，甚至呢战争。所以你看，海地发生大地震之后，那么灾民恐慌啊，抢着粮食吃啊，哦，整个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所以医疗人员也赶快撤退了，因为呢怕被伤害。整个国际组织呢，闻之却步啊，也不太敢深入了。因为理失掉了，基本的做人道理失掉了，道理失掉了，人就不敢去了。那么整个海地啊，造成更大的动乱。你看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如果没有从教化入手，从教育去开导他们，他们怎么会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越贫穷越落后的地方啊，天灾地变越多。这个不是因为天地不仁，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个越落后的地方啊，他们呢越没有理。哦，尤其是男女关系混乱，那么这个父子之间就混乱，君臣之间就混乱，啊，整个兄弟啊朋友之间就混乱，
整个天下大乱。天下乱，你哪有不天灾地变的道理啊？那我这个五伦关系要把它导正，把它扶正，就要从理入手。君子要从他的这个身心修养起，所以我们要教导一个人，至少要成为一个君子。先要他学忍让、谦让，学退让，然后呢，我们才能把这些圣人的教法慢慢的传授给他们。所以当时《论语》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就问这个子贡一个君子他的这个本质把它做好就好了，干嘛需要外表？干嘛需要把这些话讲得好听呢？脸色装得很和善呢？需要这些外表的装饰呢？所以他说君子直而已。但是呢，子路跟他讲，文有子，子有文，就是说，你这个内在就是外表，外表就是内在。所以我们说诚于中，行于外，就是在讲这个。孔老夫子在这方面他还特别提到，他说：“直胜文，则也；文胜直，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那直胜文是什么？直就是本质，它的内在的修养，内在的修养。文呢，就是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言语。那么内在的本质超过外在的这个修饰那则也。这个人呢，就没有一个约束力，因为呢，随性而发嘛，随性而发不合乎礼节，不合乎当地的风俗，那这样也是不对。所以我们讲入境成随俗嘛。所以孔老夫子讲直胜文则也。孔老夫子他在这方面呢，你的内心修好了，你表现在外在的也更应该把它修好。一个君子的这种德风你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他说直胜文则也。一个人只是修君子他不修外在他在外在上没有任何的约束力那么这个就是野蛮人。你看我们这些那个原住民，看原住民就知道了。你看一些比较落后的原住民，他们呢就随性而发，他们也不讲什么礼节。虽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礼，可是呢，他们到了文明国家，他们那个礼节在文明国家看起来是不成礼节的。那尤其是有很多这个部落民族男女关系并没有礼法，是野蛮人。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子路给我们视线就有点像这样子。所以孔老夫子常常说他也哉有也，野蛮你的想法太过野蛮了。虽然子路是一个很质朴的人，他的心性呢是非常纯，但是呢，他没有懂得外在的这个人事物的配合。你不能随性而发。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人事，你要发挥出什么样的言语行持，这个是君子应该有的修持。那所以子路王死，我们觉得很可惜，但是子路也给我们很好的视线。直胜文则也。那他又说文胜直则死。文就是外在胜过内在，那则死。死是史记这个史。
那他用死这个意思呢，死就是一种固定的这个事迹啊。你看历史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发生了，你要照历史的方式原原本本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原原本本啊，就是一种死。那这个死呢，就有一点这个僵直、条文化了，固执了。所以这个死的意思就是固执。哦，这个死板。文圣直，所以外在表现得很有礼貌，可是内在呢一点修为都没有。这个是呢固执、死板、不知变通的人。那不知变通的人呢，这个不是君子啊，还不能够达到君子。你看，我们看这个子贡就有一点这样，他外表修饰得很好，内在的修为，子贡的修为也算不错了。但是呢，跟他外在比起来，总是呢外在胜过内在。所以子贡、子路都列入先贤，他们没有登堂入室，当然也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文圣直则死，子路就有一点不知变通。子贡有一点不知变通，有点死板。哦，有一点呢，比较呢，这个注重外表，注重外在，注重别人的眼光。他跟子路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一个直胜文，一个文胜直，这都不是孔老夫子君子的标准。哦，孔老夫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你跟文质彬彬啊，就是有内在也有外在啊。最好的解释呢，就是成于中，行于外这句话了。你同时呢有内在的修为，又有了这个外在的文采，所以彬彬这个字啊，就是同时都很美好。内在也好，外在也好，这是一个君子，然后才可以作为君子。你看，他君子的标准是文质都要做到。那所以呢，在礼这个字啊，它同时又是内在，同时又是外在。因为呢，礼你没有内在的，是透发不出来的。我们常常讲啊，这个日本人有理无体，我们常常这样说人家了。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也不好批评怎么样。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如此。你看他们的这个员工哦，非常的尽职，尤其是呢在服务业。对于客人啊，总是呢，非常的这个有礼啊。但是呢，在中国人看来呢，他这个礼啊没有根据啊，没有根据，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君子上的修为啊。但是呢，表现出这么恭敬啊，所以呢，会认为说他是有礼无体。尤其是你看，我们看。日本大公司那个电梯小姐，哇，那个礼貌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叹了。但是还是一样被批评为有礼无体。那他如果说一辈子都是这样呢，那他到底有没有体啊？一辈子都这么有礼貌呢？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文质彬彬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恭敬有礼貌的行为的内在的同时啊，你必须要拥有圣贤的教化，君子上的修为啊，这样呢，人家才会佩服你。哦，你的道德的修养是不是达到
你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们说见性是公，平等是德。那么你道德是你的良知本性的流露，良知本性的发用啊。当你良知本性发用出来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呈现出那个礼仪出来。所以呢，其实礼是我们一个内在的行为，但是呢，礼又包括了各地的风俗，还有时代的不同啊，这个空间的不同，它又有不同的礼。那所以呢，你的良知本性，当你要流程出来的时候，你还要因应人事物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这个是礼。所以礼是同时内在又是外在。那所以我们会讲到说，日本人有礼无体，是因为呢，他是为了赚钱啊，那是他们公司给他的培训是这样，但是他内在的那一份道德行为呢，没有看到，没有看到，那他也讲不出什么圣贤的道理，所以会认为他有礼无体。但是呢，毕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礼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你还想要有体啊，那更是难上加难。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会对你有礼貌，虽然他也是做表面功夫啊，可是呢，你还是会觉得有所安慰的，至少他会敷衍一下嘛。如果他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你，直接跟你对上了，那么你不是更加伤心吗？所以呢，你看我们人啊，还是会看重这个表面的功夫当然是指一般人一般人还是需要这种表面功夫所以你看这个外在的相外在的相是接引众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据说呢，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后他为了修这个相他还要花这个40劫的时间来修这个相好。你看他的相貌32相圆满的相，这种相呢，不是说成佛就这样了，他还要去修他的这个相好。那他的相由心发嘛，所以呢，他必须从内心里面不断的去要求自己，所以他今天才有这样圆满的相。那所以呢，你看这个圣人的相，都是一种很特别、很特殊的相。那孔老夫子的相也很特别，关圣帝君的相很特别。他们这些相好让人家望而生畏所谓极之俨然望之俨然极之也温看起来哇，让人家非常恭敬。可是呢，跟他亲近呢，又觉得说他这个人很温和。这是真正的一个君子的修为，这文质彬彬所以在我们社会，礼的建立是很需要的。我们道场先从佛规礼节做起，先从这种有形有相的，对于这种佛堂、佛具、佛像的恭敬，然后呢，对于这种长辈的恭敬，对于同修的恭敬，再对于每一个人的恭敬，再对于每一个事物的恭敬，这个是我们道场的修士所要修学的目标，这个都是礼的范围。那么我们必须要将这种道理把它放诸四海，也就是说，把它呢教导于人民之中不然每一个人呢，
一气之下，一言不合，然后就发生抗争了，那这个社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说很有礼貌的人，很有礼貌的人，我们就会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像文质彬彬的。那么如果说再发现到他在修行，他的道德学问又很好，那他呢就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了。这个是我们要做示现的。所以在荀子里面呢，儒家发展到荀子，他就非常重视礼。但是荀子所讲的礼啊，他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所以可见呢，儒家发展到荀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他的心法已经没有了。但是呢，礼还不失为一个重点，所以荀子的整部书里面啊，他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礼的学习。他说：“国无礼者，不宁啊。”这个礼者，国之命也，无礼必亡。国家没有礼，一定会亡国。所以他还用一个礼啊，来约束的这个人心呐，来控制了人心呐。所以他也强调这种法的重要性。所以礼法，荀子之后呢，形成法家，形成中国社会2000多年整个政治的制度，就是礼法制度。要推溯到荀子在上面，孟子这个心性的这样的一个修为啊，没有办法透过政府了，必须是在民间啊，在这些读书人身上啊，在这些修行人身上啊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荀子所讲的礼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且他把礼分析得很细微。一个国家呢有他的国家的礼，一个团体有团体的礼，所以呢，这个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我们看到当时汉朝，你看荀子发展法家一直到汉朝，这个时间呢没有很长，所以汉朝的整个政治制度啊，其实就是礼法。当时呢，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他是一个流氓出身的人啊。那流氓怎么会讲理呢？他没有讲理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些跟他打天下的人，不是杀狗的、杀猪的，就是卖肉的，就是呢喝酒的，在街头呢混的，都是这些人啊。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这些人呢，跟他打天下成功了，这些人呢，位居朝臣啊，身列公卿之列。可是呢，跟刘邦相处啊，大家还是像哥俩们一样，好来好去啊，好兄弟啊，不用拘束啊。在朝廷也是一样。左呼右唤的，那么刘邦呢也没有什么礼仪，因为他本身就是流氓嘛，他看到不舒服了，就当场对人家动手了。然后呢，看到那些读书人呢，畏畏弱弱的，把他的帽子拿下来，当场小便在他的帽子里面。这个是没有理的天子啊。那也不能怪他。因为没有人教他，他也不懂。他不懂了，好，后来有一个文官出现了，这个叔孙通啊，这个文人制定朝仪，他教这个刘邦啊，这个天子啊有天子的尊贵，朝臣有朝臣的位阶啊，这个君臣之间要有君臣的礼法，所以呢，我们要制定一套礼法。在这个上朝的时候，大家都要遵守这套礼法，
可以这样你兄我弟的，大家在朝廷之中啊，胡乱喊叫。这个刘邦听了苏孙通的建议啊，虽然觉得很好，可是他也觉得很别扭，因为他也是一个放荡惯的人，还需要这些礼法来拘束，这样不是很约束吗？但是呢，他自己贵为天子了，你在马上得天下，你不能够在马上治天下。苏孙通跟他讲这句话，因为刘邦骑马统一天下嘛，那么你骑马打天下了，可是你不能够骑马还在治天下，所以你要好好的运用这些文武官员。那苏孙通就帮他制定一套朝仪的礼仪、朝仪的标准把这个上殿啊、功臣啊、诸侯啊，这些将军啊，把安排次序，然后呢有一定的等级，最上位的在最高，比较没有功劳的在最下阶，按照这个礼仪啊，把它分排好。然后呢，天子上朝坐的这个黄辇啊，坐的这个宝车啊，一步一步的步向这种金銮台上大家跪着呼喊万岁。当时啊，听说刘邦看到这一幕啊，哇，自己都吓到了，自己只是一个流氓出身的人，现在呢，文武百官跪着你喊万岁。他讲了一句话：“今日方知天子之贵。”做天子的尊贵今天才知道。那做天子的尊贵，透过这些朝仪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呢，要透过礼仪才知道说显出这个人的那种尊贵。所以一个人的尊贵就是在世间上的那个地位，受人尊敬的程度那个是叫做贵。那我们常常都跟富贵连在一起，其实富不一定是贵，贵呢也不一定是富。但是呢，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受到人家青睐、受到人家肯定的人。我们现在说了成功人士了。那当然，在我们道场里面，成功的定义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公民焉有道民，公民焉有道民贵也就是说，世间的公民跟这个天上的公民比起来，哪一个比较贵人爵焉有天爵高你世间的这些爵位，跟上天的这些仙佛的这种地位，怎么能够相比呢？但是修道人必须要清楚，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是为了去享受那个仙佛的富贵为了超越这些诸侯朝臣的这种富贵我才来修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争千秋不是争一时我们要享有那种永恒的富贵。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永恒的富贵呢，就是回归理天，回归本来面目那种富贵。回归到最原始的样子。你看最原始的状态，我们是无染无求的。无求不是品格最高吗？
这个也不需要礼呀，因为呢，你就是如如不动了，你还需要什么秩序呢？已经是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老子讲的这句话，当然庄子也要讲这句话：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所以他说：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礼呀，是道的那种外貌嘛，可是呢，是这个祸乱的根源。那从庄子的角度来看，礼是祸乱的根源。所以你看庄子的他的那个见解啊，他的这个水平就又高一层了。因为呢，在我们说在礼天，在礼天有礼天的这种先佛的仪轨，但是呢，他那个是对于新进人员来教的。你看新进人员要教他礼啊，你已经成了仙佛菩萨了，你不需要教礼啊。不需要教礼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你的生活行为的。从你的自信而发，你怎么还需要教呢？就好像说我们要吃三餐，我们还需要教人家怎么吃三餐吗？还需要去呼吁大家要来吃三餐吗？不用啊。那么仙佛的这种仪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佛规礼节。你看到了人世间，礼变成一种节度啊，所以你必须要约束它。礼成了一种约束，礼成了一种教法，成为一种吃人的条文啊。这个是庄子他所讲的“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它是道表面上的功夫啊，可是呢是祸乱的根源。所以道呢也不需要礼，道呢。人世间呢，也不需要这个礼，人人本着这个良知本性而发，本着这个真理正道而发，每一个人都守秩序啊，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这个都是有它的自然的秩序啊，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本来就应该会这样做了，那怎么会是一种约束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庄子。道家他们所讲的礼，所以道家来看礼是多余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道家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把它说清楚。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儒家认为说这个礼。就是人世间的次序，就是我们良知的应该有的行为。我们回归天觉、回归本位的时候，你就应该做这样子。那道家认为说，既然要回归自然的，那我们大家都回归就好了，就不需要靠这个礼了。我们直指人性就好了。我们看到自己的这种良知本性。我们率性而为，所以道家、儒家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呢角度不同。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儒家，就是在讲道家；讲道家，同时也是在讲儒家。两个思想是不能够分的。不分而分，分而不分这是为什么中国同时拥有道家，又同时拥有儒家，而且这两个教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出世，两个人还见过面，两个圣人同时出现在中国，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原因我们想一想很自然的就可以了解到，
你看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在当时也有一个佛在人世间呢，谁呢？维摩诘，维摩诘居士，佛陀的弟子向维摩诘行礼啊，用佛的礼节对他行礼。所以维摩诘当时是现身居士啊，但是他是一个在家的佛，释迦牟尼佛是出家的佛，同时两尊佛。那么同时两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一个佛的教化区就是3000大千世界了，为什么要两尊佛？为什么要两个圣人？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呢有一点了解。所以讲到礼，我们同时提到庄子所说的礼。讲到敦炳从礼，用儒家、用道家的观念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世间都要讲理。庄子说，虽然说随性而发，但是呢，他那个随性而发是放在天上的，是放在我们本来面目、良知本性的。那么你要回归本来面目，你必须要透过修为啊。在庄子里面认为是人不需要修为的。那他的说法因为太高超了，所以呢会变成玄学，变成这个无为的道理。那无为道理大家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没关系啊，你只要透过有为，透过儒家的教法，儒家教你文质彬彬，儒家教道之宗旨，讲到敬天地礼神明。那么民间有一句话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一句话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顺天是什么？顺的自然的法则。那么你的身体呢，你的身心呢，就会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而且呢，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也是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叫顺天者昌啊。那么你就可以昌盛，你的事业前途，你的一切作为，没有不成功的道理。那么反观一句话呢，逆天者亡。你违反了自然的道德，违反了自然的规律，结果呢，自自然然当然就走上毁灭之途。所以不是老天要毁灭你，是你自己违背了自然之律。所以我们曾经讲，那自然之律是什么？自然之律啊，就是我们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那么三纲五常，我们还会陆续讲到。我们以后呢会再来评述。单单讲这个五常，跟佛家所说的这个五戒就很类似。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五常之德必须呢配合这个五戒来做。基本的行持就在五戒。所以人主不杀生，义主不偷盗，礼呢不邪淫，智呢不饮酒，那么信呢不妄语。那这五常之德啊，在佛家用这最基本的五戒来告诫人们，应该守这个五种戒律啊，五种规戒，然后呢，你才能够达到一种常道。所以五常是一种自然之道。那么透过这种自然之道啊，人可以回归到自然，
身心安顿，这种生活和睦相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这是我们人一直想要追求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呢，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今天的社会变成是我们要去推动，要去力行，要去追求。本来是不追求就已经存在了，现在要去追求，所以呢，可见呢，五常之道已经离我们太远太远了。单单我们就看这个理字，在社会上，人人都需要讲理。你看，你搭公车、搭捷运，你要不要守礼呀？时间到了，门打开了，大家呢依序进入。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排了10分钟了，门一打开，有一个刚来的人冲进去了，那么你作何感想？你虽然冲进去了视若无睹，可是别人呢对你愤恨不平。那么这个愤恨不平呢，就会引发周遭的气。那么这个周遭的气呢，就会形成就是潜在着一个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机缘。这个是人不守礼，在社会上我们现在都规定得很清楚。等红灯，走斑马线，走行人专用道，这些呢，我们都叫做守礼。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守法就是守礼，但是礼跟法又不一样。礼是自然的行为，法是条文的约束。所以呢，儒家不叫人守法，儒家叫人守礼。因为礼就包括了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说，儒家并没有否定法。儒家呢，用一个更大的、更自然的一个范围，来规范人民的一种运作，那就是礼。那孔子曾经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呢，很明确的说明，孔老夫子他不认为这个政治刑法能够呢来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所以呢，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说呢，用政治的一种规令，条文来约束人民的生活，人民的作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约定之中呢，有违法的情事呢，那么齐之以刑，就是呢一律按照这个公文、这个条规来办理。一切呢按法来行事。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民主国家所在运用的方式。齐之以刑。那么呢，孔老夫子说：“民免而无耻。”人民可以免除这种障碍，也就是说，人民可以避开呢你政府的这个法律条文的规范，可以去遵守，没有错。那么去遵守，没有犯规，没有违规，没有得到刑罚，所以这个叫民免。可是无耻就是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呢，他认为说礼让，这个遵守人民这个国家的法令，这个是一种
强迫性的这种约制。那么他遵循起来呢，他只是被强迫了，所以呢，他没有羞耻心，他不认为说这个是他应该做的，他内在的那一份性德应该就要有的行为，所以叫做民免而无耻。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说这个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呢，就是法律。那么法律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那就会诉诸武力，诉诸报复。但是想想，法律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通常呢解决不了问题，尤其是人民生活上的问题，那法律是做参考而已啊。你看张家、李家打架，或者是说为了个人的生活而争执，每个人都有他的考虑点啊。那么你要依照谁呢？你的标准是以谁为标准呢？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的。中国人把情放在第一啊。那情呢，就是那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互相尊重，这个是情。所以中国人这样的情呢，绝对超乎所谓的法律的这种法，还有呢这种人性上的这种规定，舆论上的这种规定，超乎这个之上。按理该怎么样，按理该怎么样，按条文该怎么样。可是呢，对于中国人的纷争，不是主要都是按理，主要先从情先从情。你们两家为什么要打架？为什么要有纷争呢？那么两家住这么久了，已经产生了一种生命共同体的那样的这种依存关系啊。那么你今天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利益而争吵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争吵呢，就是一个不对的争吵，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所以孔老夫子说你不能够让它导致到这样子，应该回归到人性的基本面也就是说，必也是无讼乎让人民都没有诉讼这件事情。所以民免而无耻，这个呢是现代的社会所留下来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那么人心呢，以此为取向了，所以就导致呢人心做出很多无耻的事情。他不认为是可耻的，他没有错，他知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只要没有人看到，那他就不觉得他犯法，甚至呢，他觉得呢，他这个是他的需要。最明显的就是偷电线，这个路灯的电线，把人家偷走。这个路旁的水沟盖，把人家偷走，那个是政府的财产。那么你为了一点生活上的利益你把公家的东西拿去变卖，结果呢，让人民呢在行的方面、生活方面受到了很大的不方便。那这是无耻他没有羞耻心他不知道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影响的不只是别人他自己也受影响了。可是他不在乎他就为了眼前的利益，利令智昏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呢，这个偷的去偷这个国家的东西，那他偷的东西太多了。那么我们从新闻上都可以了解，那这个叫做民免而无耻。没有一个人
已经有羞耻心了，所以整个价值观的取向已经扭曲了。扭曲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整个人的这种互动关系啊，就是一种扭曲的现象。你看，在政治上，这种政党跟政党的不同啊，那就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不同而争执。那不同而争执，那政治呢就不运作了。你提出来条文，我不赞同，我就是不赞同。你说了怎么对怎么好，我就是不赞同。我不认同你，所以呢，就造成政治上的空转。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呢，这个中国海协会的董事长陈云林来台湾访问。那么很多独派人士，很多民进党的人士，那么要扬言要去抗议，甚至有人要说追杀陈云林。那这个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明明知道反对是要透过一定的机制，那么他们在旁边叫嚣，这个大陆的官员来，给他呢重重的打击，给他形成各种障碍，那么呢，达到他们诉求的手段。你看这样是不是明免而无耻？所以呢，造成社会动乱，整个这个人心不安，付出的成本那太多了，附近的店家没有办法做生意，甚至呢要进去，要经过那个地方也都没有办法经过。那为什么？因为抗议的人士太多了，政府不晓得你到底是谁，明免而无耻。那孔老夫子他讲：“导之以政，齐之以礼。”导之以政呢，政治的政这个就是政治标记的政。所以政治呢，要从这个政上来着手，也就是说，官清你这个做官的要清要有廉耻官清百姓安你做官的不清，那么百姓就不安，百姓不安呢，就风雨不调，就民不聊生。所谓国泰民安，国也不泰，民也不安会造成这样子。那么，所以政府当局也有责任，政府的修为也有责任。那么，政府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修为，他们虽然有这个智商，可以考上这个做官的官位，或者是被提拔，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有智慧可以处理这些问题。那所以呢，政府也是需要回过头来学习儒家的文化，学习圣人的教诲。那么他必须呢，懂得什么叫做这个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导之以德，就是用道德来劝化。人民的抗争，人民的愤怒，你要用你的德性来感化它。那么德性要怎么出呢？德性是出自于真诚。你的真诚心，然后你会做出正确的动作来感化百姓，百姓自然而然会感受得到。不要说你做了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做的大家一定都会知道，因为德的力量就好像那个太阳光的那种光波无处不照大家都感受得到。齐之以礼，齐之以礼是什么呢？用礼的教化来教化百姓。比如说过马路，过马路你要看红绿灯这个就是一种礼你行人不能够乱走你要对用路人
有一个态度啊，恭敬的态度啊。那么你这个汽车、机车，对于走路的人，你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啊。他们是没有铁包子啊，他们没有交通工具啊，是徒步啊。徒步你更要让他，这是礼让啊，这个就是礼。那你这个让呢，不是别人规定的，哦，也不是警察在旁边看，也不是摄影机在拍摄，而是呢，你自然而然、心悦诚服的想要提供对方。行人要先走，那么我骑机车，我这个开车，我再后来再走，这是一种礼。你看礼让的社会在现在呢，整个社会呢是非常的需要。哦，所谓有耻且格啊，人有羞耻心，而且呢，人有他的这个一定的格调，有品格啊。哦，我不是靠外力的约束，勉强的来遵守的，我是自自然然的来遵守这个礼节。哦，男女之间有一定的礼防，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了。那么男女之间的礼防，哦，互相尊重，啊，互相呢这个敬重对方，那么自然就不会有越矩的行为。哦，男女之间的交往就是有耻且格，有了羞耻心，也有自己的高尚的品格。那这是一种这个礼的表现呢，也是修为的功夫啊。那你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你看我们这样社会上这样子，你说有可能吗？尤其是讲到礼，哦，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礼神明，我们特别讲到礼，在社会上这种男女关系的混乱啊。然后礼就是不邪淫嘛，不邪淫已经不是政府可以约束得了了。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媒体啊，现在的这个广告啊，现在的杂志啊、刊物啊，到处都是这种煽情的图片，哦，这种很毫无禁忌的文字，还有呢，很露骨的这种画面，就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不是到那里才有，而是随时随地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啊。那以前的女孩子遮手遮脚，整个遮得密不透风的，那现在不是啊。哦，现在手不用遮，还露背、露骨沟，哦，穿这个迷你裙，这个呢，他们穿的这么单薄，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无非是表现自己的身材，为了吸引大家的眼光，尤其是异性的眼光。那么他的这些动作啊，除了说自私自利的行为之外啊，还引发了各种社会上的波动。哦，也就是说，年轻人看了这些东西啊，看了你的这样露骨的行为啊，它会引发他内在的那一份兽欲。哦，他的理已经不见了，他的理已经不受理性上的控制了，他的那一份那个欲望啊，被你遣发出来。那么，因为在人多的时候还可以控制，在人少的时候啊，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控制了，就付诸行动了。所以造成现在社会这种男女之间的案件呢、特别多。哦，恩怨情仇比比皆是的，几乎我们每天呢、都听得到。男女之间的礼防已经成了我们现在社会啊很重要的课题。哦，
你们想想看，我们以前啊，这个古人的样子，都是穿的这样一层又一层的，密不通风的那种衣服啊。那么女孩子呢，很少抛头露面，哦，都是在家呢相夫教子，偶尔要露面呢，也都是穿得很保守。哦，对于男女关系的这种严防啊，是实目所指，实手所示，实目所示啊，实手所指啊。哦，那个规范啊，是相当严格的。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文化非常高超的一个国家，那才有办法这样子。所以中国人他的这个智商的发展，就是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哦，你看中国人到每一个国家，他都可以立足生根，而且呢，扬眉吐气，这个是不容否认的。那么，因为中国人历来就受到这种礼的熏陶，他从小时候就受到这种熏陶。那么我们小时候还很保守，哦，但是呢，现在80年代的、90年代的这些青少年呢，我们就知道整个社会已经变了，风气已经变了。那么对于这种性呢，男女之间的关系啊，已经很开放、很 open， 而且呢，这个是自然的。所以欧风美雨啊，造成台湾社会这种动荡不安啊，连宝岛这么一个有深厚根基的地方啊，都已经被动摇。哦，台湾宝岛如果没有这些大德者住持在这里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宝岛会变成什么样的岛。以前就有听过贪婪之岛，啊，台湾是贪婪之岛。今天我们想想这些问题的来源呢，都要从这个理上来切入，会发觉到说这个是问题的根本。你看男女之间很严防哦，男女之间很严防，就不会产生那种胡作非为的事情，哦，超越礼法的事情。那即使有，在社会上呢，也只是偶尔听闻。那么以前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甚至呢，人家也不晓得。哦，以前妇女犯这个淫戒，那么是要绑在猪笼里面丢入水中啊，活活的把它闷死，把它淹死。那么男孩子呢？男孩子对于男孩子的这种处罚，他就没有那么重。这当然是一种民俗社会的风潮，但是呢，男孩子也有这样的刑法，但是这个刑法我觉得还是其次，主要是他个人的那个果报啊，还在后面等他。你看一个乱饮的人的男人，他一定呢，这个气不足。哦，因为精不足呢，所以气不足。他的眼睛呢，一定是飘忽不定啊。那这个人呢，就是纵欲过度，啊，眼睛呢都是黑框的，像熊猫一样。那么呢，做事情呢有精无力的，没精打采。哦。昨天睡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有一个雄图大志，要计划什么，要写什么计划书，要去哪里去访问。隔天起来已经都没有劲了，
想去哪里都不想去了。因为呢，我们知道，精就是我们的原动力，啊，精是肾所属，肾呢是先天之脏。那么肾这个先天之脏啊，如果已经被亏损了，那么第一个看得到的就是你的骨头脆弱，啊，还有你的这些脏腑啊，会相对的减弱。你看水不足了，肾主水嘛，水不足了，火就上来了。所以呢，心火亢盛。那心火亢盛，火在烧，会造成呢人头发脱落，人呢长这个暗疮啊，长这个青春痘，还有呢人的记忆力不足，哦，理解力不足，这些呢都是因为男生纵欲啊，男女纵欲都会导致的后果。那我们常常说手淫啊，其实手淫是包括男女的。我自己也曾经受过手淫之害，在这里呢，面对镜头，向自己忏悔，向神明忏悔。我们今天讲礼神明嘛，那么神明呢是包括天地诸神，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神。但是呢，这所有一切神都归诸在于一个神，那就是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是谁？就是我。我的自信是明明上帝，我是明明上帝的分灵，所以我是明明上帝。所以你要忏悔，向明明上帝忏悔，向我忏悔，我自己忏悔，我自己。在大概高中的时代，也是犯了手淫之戒，手淫的恶习啊，无法自拔。那么呢，那时候啊，可能年轻力盛啊，还没有特别的感觉。到了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感觉呢，就有出来了，不好睡觉。然后呢，掉头发，然后呢，这个记忆力不足，理解力不足，所以我觉得我读了大学是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读书那么吃力。当时呢，也遇不到贵人，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哦，我的大学的每一个学期总要有一科被当，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说成绩是蓝字过的，一定有一科是红字的。每一学期都这样。哦，所以啊，我大学还读了5年。啊，跟父母骗说要考研究所，延后1年，其实呢是我自己被当。那么我不晓得为什么原因。那么我在大学时代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会去跑步，跑操场。那跑步跑操场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一直到跑到有一天，奇怪，跑没2、3圈就开始累了。他那个累不是普通的累，而是整个从那个骨头从这个精髓里面呢开始累起。你会觉得说举步无力呀。你虽然很想跑，可是呢，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气就是提不起来。勉强撑下去，都是很痛苦的撑。这个勉强撑呢，也撑了一段时间，大概有3、5年的时间呢，勉强的跑，好像呢，告诉自己身体还很健康。其实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在纵欲的阶段。如果说我能够把那个纵欲这件事情给停掉，那么我相信我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我的智慧理解力很快就可以恢复，不会落得这么凄惨。那时候呢，后学在道场，还在吃素，
还在听研究班，完全不晓得这个道理。然后手淫之害呢，对我来讲真的是毕生非常深刻的一个痛。那么到现在我还受到这种之苦，就是它的后遗症。那么照理讲，我应该是没有儿子的，可能以前纵欲就是手淫过度了。那么手淫过度之后呢，人没有力量了，没有力气，没有理解力了。好不容易读完大学，我就告诉自己，我一辈子之后也不要再读书了，永远不要再读书了。这个读书好痛苦啊！好不容易把大学拿毕业，但是呢，一直以来我都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在道场，对于这种色是非常禁忌的。但是呢，我自己又偷偷的犯法。对于手淫呢，没有办法节制，所以恶报来的时候啊，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未老先衰呀，我感觉有一点这样子。那未老先衰呢，就是人一到了40岁，整个体力、整个冲劲都往下荡了。最近呢，就是得要去常常看医院啊，拿了大罐小罐啊，买一些保养品啊、健康食品啊。最近常常干这种事情，不晓得为什么。睡眠难睡，思考没有办法集中。我想呢，这个都是以前手淫的祸害留下来的。没有人跟我讲这种道理。我记得我在伙食团的时候，还常常在问讲师，有什么样方法可以戒淫？可以让人家呢不要有这种胡思乱想，对于色呢可以完全的阻绝掉。但是呢，讲归讲，我自己做不到也没有用。我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然后我还问过点传师，问过我们那个老前辈，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冲动？每一个人都说不会啊，可是为什么我就会？控制不了，所以呢，到现在这样子，身体一直在衰弱。很明显，从40岁以后，身体的那种状况就一直在下降。那么到现在呢，我才觉悟原来我以前呢手淫过度，已经伤了老本。那个精是人最宝贵的东西，结果呢，我不断的去亏损它，结果呢，让我的身体不断的在往下降。还好听恩师德用各种方式来警戒我，让我呢能够在这方面呢得到一点点的启示能够完全把那个戒掉。所以真正的戒掉，其实是在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可是结婚的人你也要注意结婚的人男女之间的礼防你还是要守，而且呢，守得越彻底你的这个家运，你的这个儿女，甚至你的这种修道的虔诚修道的这样的一个功力你才会渐渐的拓开来。你如果男女之间的这种严防你没有去注意的话，那么你还是照样堕落，照样呢走入这种悲惨的深渊里面去。所以这个禁欲这件事情只有过来人才有办法讲。
讲出那个感受，我以前一直要找不到。后来呢，我从《七真史传》里面有一个修行人，他也是这个染上这个恶习，好像是刘长生哦，这位大仙呢、他也是染上这个恶习，没有办法断除。但是呢，他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手法，用了极端的手法是怎么样呢？好，你有这个恶习，你想要去做，对不对？你想要去接近，是不是？好，那你每天去接近。哦，你每天去纵欲。啊，纵欲到最后呢，你行销骨毁了，你才知道事情严重了。那个时候呢，才可以停止住你的这个欲望，让他那个方法对我产生效用。我是走这个方法，让自己呢纵欲过度，然后纵欲过度之后呢，不行了，身体已经不行了，到处老化的现象呢，已经都看出来了。哦，哪有这么明显？哦，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40岁以后啊，你就要开始注意一些血糖啊，哦，这个血压啦，肝指数啦等等，你都要常常去注意了。那时候我就想说，哪有那么巧？刚过40岁，刚过40岁就要注意，哪有身体说刚过40岁就开始老化？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可是呢，对我来讲，事实上我不应该这样子的。我是一个道场的讲师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礼防没有守好，纵欲呢没有办法克制好，所以呢，今天呢现身说法来呼吁今天的青少年。哦，如果你听到我的讲述啊，我相信呢，你们应该悬崖勒马。哦，想想以后你美好的人生，你大好的前途啊，都在等着你。结果你今天呢，自毁长城啊，把你的美好的这样的最青春的一面啊，给斩杀掉，真的是得不偿失啊。那种快感只是1、2秒的快感，那么修行的成就啊，那种快乐，那是一辈子的，那是永恒的。你怎么能比呢？你没有办法把它拿来比量啊。所以现在的人，你看这个平均40岁哦，这糖尿病啊、中风的现象呢就很明显。你看糖尿病有分为上消、中消跟下消。哦，中消呢？上消就是这种支气管、肺部所引起的，中消就是肠胃所引起的，下消呢就是肝肾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知道，上消呢是这个支气管跟肺部，那么支气管跟肺部就是我们吸收氧气的主要一个工具。那么年轻男女啊，他不晓得去节制，不晓得在这个男女上的严防，尤其是我们要说女孩子，女孩子在夏天，喜欢穿暴露的衣服，喜欢穿露背装，喜欢穿呢露骨沟的装，结果呢，把我们这个膻中的这个命穴暴露在外，任由风这样吹袭，把这个肺所主的大椎这种后面这个大椎穴暴露在外。结果呢，常常感冒、支气管炎，这种流行性感冒都一定会。那么肺部不好，皮肤一定不好，皮肤常常会干燥、瘙痒。
肺主皮毛嘛，所以皮毛常常脱落，或者是说那个皮肤红肿，那个就是肺部不好。肺部不好引发到这个糖尿病的关系，这层关系呢，这就是属于上消。那中消是肠胃不好所引发的糖尿病。这个中消这种型啊，我们都是要到老年人才会看得到。尤其是这个乡下地方的人啊，肠胃一向都不好。那是什么原因呢？那说起原因是，可能是他们对于整个大自然的这种作物啊，没有存恭敬心，没有存礼拜的心啊，没有存恭敬心、礼拜的心啊，他们种出来的这个作物啊，已经有毒，有肥料，然后呢，把这些有毒的蔬菜卖给别人，所以自己肠胃得病，引发到这个糖尿病。那么下消的糖尿病啊，是肝肾所引起的，那这是最难治的一种。肝肾所引起的，肝是这个主解毒，肾呢排毒，两个是相连带的关系。那么肾又是先天之本这个做强之官你一切能力的作为都是属于肾，都是来自肾。所以呢，当你肝肾亏损的时候，肝风内动的时候，就会引发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一直到后来，我们就说尿毒症，尿毒症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你要现在有透过洗肾，洗肾的人要一辈子洗肾。糖尿病会有一些这个坏疽症，就是呢，脚会长这个疮口，脚长疮口之后呢，那个脚趾大概也快毁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把脚趾去掉，甚至整只脚要把它锯掉，这个是最严重的。那脚锯掉呢，还没有办法阻止的话，那就是整个人死亡。所以糖尿病以前说是富贵病，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想想，这个都是因为男女之间的礼防没有做好，你在这个情欲上没有好好的控制。那尤其是呢，现在的媒体到处充斥这种色情的影片跟图片，每天这个网络那个垃圾邮件所寄来的都是这些 A 片的。然后你只要一连结，你就可以看得到你想要看的画面，那极其恐怖、极其恶心的画面，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斥的。色力的这个色情的这个东西你随时都可以拿得到手。那虽然我们警方呢，政府一直在取缔可是取缔是一种法，取缔只是一种戒律的约束那他没有办法管到你这个生活的细节。所以你可以从电视上随时取得这种男女之间这个乐理的事情。你看那个主持游乐园节目的男女之间在那里跳舞，在那里玩游戏，都穿得非常清凉。甚至呢，男女之间要拥抱甚至要接触，来以此为乐。那么这些画面传到我们的小朋友的眼睛里面他当然有样学样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呢？
所以充斥的这个样子啊，我们必须呢把这些画面给断绝。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教小孩子严守男女的这个礼防的时候啊，父母亲自己要做到。身教重于言教。你父母亲做好了，你的儿女呢，自然有70%的力量可以归结。那么你再把他的这个交友的状况，他的这个上网的记录，他的这种阅读的习惯等等呢，好好的了解，好好的控制一下，那是你小孩子才不会被严重的污染。我自己是被严重的污染，我很庆幸还有办法爬了出来。如果不是天恩师德，没有关圣帝君呢，我哪里爬得出来啊？那这一招呢，可能也是命中就是要去走这一招，因为不去走这一招，觉得很难受。不去接触那个情欲的世界，你像我这种又是闷骚型的，只能够自己发泄，自己发泄更可怕，所以接触到了果报了就更惨烈。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疾病，自作自受造来的？我们讲到这些男女的严防是非常重要。女孩子的手淫也是一样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容貌她们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容貌手淫的人的女孩子容貌都特别的差，气色是灰的，黑蒙蒙的一片可是呢，感觉上她是擦得很洁白，很亮丽但是她没有气，没有元神，而且呢会长这个暗疮，长青春痘。那么这个妇科的疾病也不断的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还有这个以后生儿育女的问题那会更严重。有一句话说三精成一毒，三精成一毒就是说3种男人的精液在你的身上就会成一种很强烈的剧毒专毒谁？像专毒这种没有贞洁的女人专毒这个不洁女。你看女孩子如果说纵欲过度那么她所受到的果报那也很惨。为什么现在子宫颈瘤在妇女的身上这么多？那就是因为三精成一毒他们在自己毒害自己，这个完全不知用这种毒酒来解渴，饮鸩止渴结果呢越喝越渴，最后呢毒杀自己。所以男女在这方面应该呢要严格的强调。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道场做得很好。男浊女幼，男清女浊，男动女静，男女分别分开得很清楚。男女不能同住一室，同在一个房间里面，同骑一台车，等等这些都有它的礼防在。想到以前在伙食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学长对于这种男女的严防会是这么样的激烈呢？甚至不惜把这种有谈男女关系的这个道亲把他驱逐出境，造成很多的这种道亲的怨言。这个也必须要清楚，这都是一种礼法，
那这种理法，你必须要透过浅显的教育，透过这种圣贤的经教来告诉我们，让自己呢自觉自悟、自修自正。那有的人根性比较差的，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也不想听。那么呢，他只能够说，在这个人生经验上啊，学习到觉悟的力量。那我觉得我个人是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在找答案是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自己也没有办法拿出力量来断绝它，也不晓得那种手淫的这种恶报是这么样的严重。今天我希望有透过这个机会来忏悔，忏悔就是永不再造，有这个机会来忏悔，然后呢，告诉亲身的经验，希望呢年轻人呢有所警戒，对于这些色情的东西啊，一定要有所回避啊，不要说贪好看、贪好玩，一定要有所回避。那我刚才讲《七真实传》里面的刘长生、刘大仙，他的做法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劝大家不要走这种做法。那么你如果说在这方面你没有办法，那么你就选择入世的修行，选择入世的修行，组织家庭，然后呢自己呢抚养小孩，你会在之中得到一种理上的学习，仁义礼智这种理智上的学习啊，你会学得到。但是夫妻关系呢，你也不能够混乱。在医书里面的记载啊，正常人是20天才可以行房一次。那么到了40岁啊，这个20岁的时候是8天可以做一次，40岁的时候呢是20天做一次。那到了60岁的时候呢，你最好就不要再做了。你要保精养本啊，养你的老本啊。所以我们说，现代很多的壮阳药都很流行，大家都趋之若鹜啊。但是回想到这个问题，男人的阳痿啊，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保护。你的性器官要保护你，叫你呢不能够伤害你的老本。你的老本快没了，你再用壮阳药去把它发泄出来，去把它啃食出来，那么你早晚呢行销骨毁啊！你早晚要向阎罗王报道，切记切记。所以，如果色情跟暴力比起来，我一直以为看暴力那种恐怖的，还不如色情这种温柔的。其实不对，完完全全错了。色情的这种影响，比之于暴力啊，会更加的深重。因为色情是无形的。你看28家人体式书啊，28家人他那个形体啊，看来是棉花糖一样软绵绵的，很好看，很好摸啊。专展这种，专展什么忘记了？专展就是男人啊，这个健康的男人啊。而且呢，这个展啊，不是头落地那种展，而是无声无息的展，把一个大男人啊，把他那个骨髓啊，不断的侵蚀出来，这个人呢，就已经毫无斗志了，这个人就已经毁了。
你看看我们听过日本人，日本人现在呢是出 A 片最多的国家。我们台湾的 A 片，这些色情片，有80%以上都是日本的。那么日本人，他们难道没有这种果报吗？最近听说有这种果报。也就是说，10000人的里面呢，有1个人呢，他会是这毫无斗志的人。就是呢啃老族的人，你的子女之中会出现啃老族，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他也不想出去交什么朋友，他就坐在房间里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是靠着老父老母来养他。这个呢，就是因为纵欲过度所造成的现象。这样的小孩子你必须赶快救治他。除了说透由中医的治疗，你必须带他出去，常常来听这些道理，然后呢，开示这种人生的真谛给他知道，开示这种男女之间的礼防给他了解，所以都是要教化。孔老夫子讲的有耻且格一个人有羞耻心，而且呢，可以品格高尚，这个呢，要用德。要用礼来教化。今天我们讲到礼神明这个礼那先由这个男女之防这个礼来切入是因为现今的问题在这个男女关系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动摇国家的根本你看那些智商比较高的民族，他们都是男女很严防。你看中国人智商还算不错，男女关系呢很严谨。那么男女关系最混乱的就是这些原住民的部落，中非南非这些原住民的部落，男女关系混乱，就跟动物一样。所以呢，他们智商很低，而且呢，文化呢也很原始。他们发展不出这种高贵的这种文化。所谓这个富而好礼的文化，这个是只有高等智慧的人他才可以发展出来。高等智慧就是在男女之间的严防上是做很好的这种节制的人。所以呢，西方人认为说手淫没有害处。错了，他们用这种科学的分析，把这个精子拿来做分析，里面呢只不过是一些氨基酸、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只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颗鸡蛋就可以补充了。结果错了，错在哪里？错在1+1不等于2你看我们人是地水火风所组成，地水火风所组成这个人。它的作用是无限量的大，它的智慧，它的多元，不是这些地水火风可以创造出来的，是要把它组合起来，它才可以产生这么样的影响力，这么样大的这种力量。那么你精子呢？精子里面有神呢，你那个神你没有办法测量，没有办法算进去精子可以传宗接代的你把你的能量传给你的下一代那所以呢，精子常常耗损，这怎么会是好事情怎么会是没有关系大家好，道之宗旨讲到礼神明，那今天呢是09年的圣诞节，那我们曾经在几次的圣诞节前夕那么都做过说明，为什么圣诞的这一天全世界的灾难会特别多。那今年的圣诞节还在圣诞节的前夕
还好没有听过任何国内外媒体有什么大的事件发生啊。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气候有一个名词叫做圣婴现象。这个圣婴是谁呢？圣婴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西元这样的一个定啊，西元前西元后啊，那也是用耶稣生日来作为定。那所以呢，可见呢，耶稣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他的影响是很大、很重要。那他的诞生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救赎跟福音啊。所以，尽管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间大概只有31岁、32岁左右，跟颜回差不多。但是呢，他影响的力量却是无远弗届。那么他救度的人心啊，那更是多得不可算计啊。那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谓的上帝就不只是忉利天的天主而已。佛教说上帝是忉利天的天主，那忉利天呢还在欲界天。那么还在欲界天的天主，他根本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那他怎么可以来影响这么多人，而成为一教的教主，甚至呢来跟五教的教主并列呢？在佛教的说法，佛就是最高了，没有比佛还要高啊。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早就有谈过。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上帝的名称，它的定义在佛教来讲，只是呢忉利天的天主，但是呢，这个天主呢，他绝对不是从人一直修到天主，修到上帝，然后呢再来治理世间的，绝对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呢？而是法身大士倒装降世而来的。那也就是说，五教的教主啊，都是佛的灵啊，来倒装降世来到人世间。那么他们的等级呢，其实已经到了佛的境界了。那所以你看，我们佛经它讲述到这些诸大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就好了。观世音菩萨早就已经成佛了，这个佛号呢，正法明如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在佛经上找得到的。那观世音菩萨他不但呢在我们世间呢，他不是以佛的样子，而是呢用各种形象，用各种形象，我们民间所看到的那个白衣菩萨、白衣大士的那个样子，那是最普遍的。那其实观世音菩萨呢，他是应什么身，应什么需要，就现什么身，来成就你。所谓千手千眼闻声救苦，这个呢就是一种佛菩萨的一个本怀。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也秉着这样子，所以你会说耶稣基督，那跟这个五教的教主，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体。其实说个体也不对，就是通通都是一个老母，老母的分灵。那么当然，上帝，基督教人，上帝就是最原始了，哪还有一个老母？佛就是最高了，哪还有一个老母？那么这个一贯道的说法，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无形的大本体，那个是老母。那么它呢会因应了整个世界地方的需要，
然后示现了怎么样的肉身来成就他们。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呢，来教化百姓。那么耶稣基督虽然呢，他只是刀立天的天主，那他的教法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是一些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那么讲到佛法的那一份心性啊，那一份明心见性的道理啊，那在基督教里面是很少看得到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哦，那这样佛的境界比较高，耶稣的境界比较低。这个绝对不是这样比的，而是因为呢，它呼应的时代、地区的众生，他们的需要来硬化什么样的道生，来成就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西方就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形象，树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典范。那么他的这个典范呢，是其他教主啊没有办法取代的。你即使是后来的佛教、儒教传进去啊，都没有办法取代耶稣基督的位置。甚至呢，回教也有自己的这个教主，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这个上帝啊。那但是呢，我们修道的人知道说啊，这些上帝本来就是一，没有分。可是呢，一分为五，五合为一，分而不分，不分而分啊。应现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就是佛菩萨他们的那一份大悲大愿。那我们讲到圣诞节，今天我们必须再一次的诉说，先从圣婴现象开始讲起。那么圣婴现象呢，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种气候，也就是说，在圣婴现象的期间那么整个气候呢会变暖和。这个气候变暖和呢，那大概维持在5-6年，甚至7年到10年之间每来一次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人说呢，我们现在这个时局就是2009年这一代也就是在圣婴现象这个发作的年代那因为呢，这个发作的时期刚好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前后所以呢，就把它称为圣婴现象。那么这个到底其中有什么意义那有什么关联呢？这个实在是我们人的智慧不可以得知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呢想象一下，归列一下这几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气候变暖和了。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耶稣基督本身出生的时候，那是降大雪的，大雪纷飞所以呢，人呢是普遍的窝在家里面，都没有办法出门，因为天气太冷了。那么他来到人世间，给这个世间呢一丝的一个希望、光明跟温暖所以这个是火的象征耶稣基督呢带来一把生命的火、希望的火光明的火。那耶稣一直到他开始传道了，他的这个童年时期没有人记载一直到他开口讲话了，已经是在传道了。那么在传道的过程一路上就好像有天命的加持，只要经过的地方呢，都能够得到救赎不管在任何方面。但是呢，他的天命只能够维持到31岁，那他自己知道，所以呢，他自愿呢，
跑去罗马，被罗马的士兵绑起来，被罗马的士兵呢钉上十字架。那他要用他的这个圣灵，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人类的污垢。所以呢，耶稣基督就实现被钉死的样子。那所以在五教圣人里面呢，真的走得最惨烈的，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啊。那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走法，那可以说是表法很深。那么懂得的人呢，会从中悟到道理；那不懂的人呢，就是在看一场戏哦，知道他很伟大，知道他呢，他为人民牺牲。那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呢，从此十字架成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代表图腾。那么基督教不拜偶像的，那十字架呢就成了他们的偶像。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教堂也有用基督教，也有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样子。那所以呢，他说不拜偶像，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你不要去拜外在的那个形象，外在的那个形象是生灭变异会生老病死那个是短暂的，那个是虚而不实的。真正内在的这个形象才是真的。内在的形象是什么？今天我们讲礼神明，这个礼神明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大略的举一个礼的这个样子，礼的概述来让大家清楚。但是我们这里这一句礼神明其实重点是放在神明的部分。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礼的部分，我们再来分析论述。那么神明，神为什么就是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我们说神明，也有说神灵，神一定是灵，神一定是明，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就是说，要能够成为神的众生的人还是的万物那么你一定是明的，那你一定是灵的。明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讲那一份温暖，有没有？那一份希望的光，生命的光那个代表了一切前途无限量的那种光明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么这个神明，就是因为他已经明了，所以他有办法给人家明。他本身就是火种了，他可以把火引给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在给人家受洗，用圣灵跟火来施洗。用水呢施洗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仪式当然水的施洗也有它的表法水可以把所有的一些不洁污染之物把它洗净水可以是清净的，水可以是平等的，它也有它的表法。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跟佛一样，他当时呢在他们那个世界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个犹太教已经传播很久了。当时也有一部圣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旧约。当时的人呢已经普遍相信有上帝了。那么你今天再来一个上帝，那当然呢不会被当时人所认同就好像佛出现在这个婆罗门教，那么你再把这个佛的形象把它说的这么样圆满
那么甚至推翻婆罗门教他们所拜的这些神，所以佛怎么会见容于当时的年代呢？耶稣也不能够见容于当时的年代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呢，五教的圣人的发展都有他的这个曲折离奇那种不可思议的一面。那么这些五教圣人他们的历史啊，我们都可以从书上经典上可以印证得到。我们今天呢，就单单来了解为什么神就是明礼神明，神就是明，所以我们要礼拜他。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呢要很清楚，神性是在我的身上，我的内在也有神性。那么为什么我的神性不灵呢？那我记得当时那个文昌帝君啊，他也是转世，72世转世为人的时候啊，那么他的最后一世啊，是在四川紫铜山这个地方啊。那他当时呢，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教化当地的百姓啊，也可以说呢不遗余力啊。所以对于当地的贡献是相当的大。但是呢，他小时候呢也不明所以，为什么这个庙里面的这些神啊，我们要去礼拜他？那么你如果这个虔诚的礼拜啊，你才会得福。但是你如果不虔诚的礼拜啊，你一定会得祸。有的时候呢，虔诚礼拜你想得福也不一定得福。可是呢，你对神明不恭敬，你一定会得祸。这个他实在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泥塑的这个神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这个是他搞不清楚的地方啊。那所以说，人去拜那个泥塑的神像，可是神像里面到底有没有灵？那个神明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灵敏嘛。但是如果没有灵，为什么你不虔诚，你不恭敬，或者是说毁谤神明的人，毁谤这个泥塑像的人，他会受到惩罚？为什么？这个文昌帝君当时啊，他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这个疑问啊，真的是问得好啊。我们说大哉问啊，这问得好。泥塑的神像，为什么你去拜他就灵，你不拜他就不灵？那么我们去这个拜人，我们去所拜的人，他是真正活生生的人，反而不灵。比如说我们去拜一个普通人，希望呢他给我金银财宝，他给我名利富贵，那反而不灵啊。反而拜泥塑像的神会灵，这个是他搞不懂的。难道人还不如这些泥塑像吗？所以他当时有这个智慧来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于今天的宗教，我们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质疑。当你去庙里面，尤其是香火鼎盛的这个庙，你去庙里求，很虔诚的祈求，你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但是呢，你心中呢存的这个质疑、谩骂、毁谤的心啊，去神庙里面呢，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会受到这个护法神来修理你，鬼神来欺负你。这个是一般人普遍的认知，所以呢，对于庙进到庙里面呢，人不敢这个胡说八道、胡作非为啊。那么为什么泥塑的神像是灵，反而人不灵？照理讲，
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我应该领才对啊，我应该求自己呀。哦，千住其久，千住应是要求我自己才对呀，怎么会是求那个泥塑像的神呢？哦，他把瓷器做的、木头做的，或者是土做的，他还是他，我反而不如他。这个是文昌帝君质疑的，我为什么反而不如他？这个也许文昌帝君会成就文昌帝君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神仙本是凡人做。今天这些神会成为庙里面受到我们膜拜的对象啊，那个是为什么？那个是因为呢，他曾经做过超越人性的那种范畴的力量的一种功德。也就是说，他的牺牲，他的布施，哦，他的这个忠孝，让后人得到一种启发、效法、追随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呢，后人用一个形象来代表，希望呢看到他的形象，能够呢好好的来学习。所以我们说礼神明，礼神明。我们要礼的神明是这样的神明，啊，你的心态是这样的礼啊。那所以，你不是每天去庙里面烧香拜拜，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做了，哦，你的事业你不用做了，每天就是去求财神，你的工作就是求财神就对了。有这样的工作吗？哦，你想这个发达，想要得功名，每天去求文昌、求魁星，哦，你也不用读书了嘛，反正每天去求就对了。有这样的神吗？没有这样的神。要知道，没有这样的神，神不会因为你去求他，他就会给你；神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求他，他就不给你。你看，这个就是神庙的地方，这个就是神灵的地方。哦，他灵敏的地方在这里。那么你要说他为什么知道说我需要的要给我，我不需要的不给我，或者是说该加持我不该加持我？哦，或者是说有的人求有印，有的人求没有印，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啊？这个就是回归刚才这句话：神仙本是凡人做吗？神也是人啊，神也是人做起来的啊。所以呢，神有人性啊。人性是什么？人性是我们说的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是我们原来的自性，是我们的神性啊。那么我们的神性跟神的神性其实是一样的嘛。哦，佛教里面是不肯定神的，他认为神啊，神的境界都是属于鬼神。但是呢，鬼不管是鬼还是神啊，他也有他的那个值得人效法的地方。哦，鬼神嘛，所以佛教讲神其实是包括鬼神。那么我们这里讲礼神明，其实呢，我们礼的是神的名。那个不明的神，我们是这个敬而远之啊，啊，尊敬他，但是呢，不学习他，敬而远之。哦，这个道理呢，我们必须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又在讲，神仙本是凡人做。这个神仙他本来是做忠做孝，啊，他本来呢是一个这个修行精进，或者是说呢，能够呢专心致志的人。他今天呢，因为呢能够牺牲他的一切，哦，为百姓服务，那所以超越的人那一份自私，
人心的那一份占有，超越了人的那一份不公平、分别执着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呢，他就跳出来了，跳出人界以外了，他就做神了，就这么简单。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呐。那心不坚是怎么样不坚呢？不坚是因为你对于这个像六度波罗蜜啊，像这个烦恼妄想啊，你戒除不掉。你今天戒了，明天又不戒了。你戒了10天，接下来1个月、20天又不戒了。1天打鱼3天晒网了，那你这样怎么会成功呢？所以我们道场讲26时中，就是呢，时时把你这个明的部分啊，把它保持住啊，你要慎独啊，你要保证啊，保持住你原来的那一份灵光啊。那么神既然是人做的，你也不用拜神了，你自己做神就好了吗？那你自己要怎么做神？自己做神的道理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弃你的对立，放弃你的无明，把它这些通通放下了，那么你就回归到原来的面貌了。所以放下这件事情，是三教的圣人在教我们的，但是对众生来讲难。放下，你要放下，叫他放下现在拥有的功名利禄，那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那不容易没关系，儒家教我们，你在人的境界上，你就好好的行持。你做忠做孝做仁做义，我们昨天讲了五常之德啊，你把它做好，你还有力量，你再把它做到十善。十善就是呢，这个贪嗔痴没有了，就是呢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没有了，这个十善你可以做到天人。你做到六度波罗蜜，那么你就是菩萨。所以我们道场几乎都在讲大乘的这个思想，所以一开始呢就在讲这个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开始就讲这个。那么一开始讲这个呢，是因为道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些人的根性啊，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没有办法叫他们一下子就修大圣，所以他们必须呢有这种基础的功夫啊，也就是说小圣的基础，然后慢慢修呢，修到这种大乘的一个境界。小圣是声闻缘觉，声闻就是说你要透过听经闻法，你要透过这种念经念佛、敲打念唱、参禅打坐，用这些方式呢，来让自己达到心清净，跟佛菩萨的灵相契，透过礼拜让这个神性啊住在我里面，其实呢是把自己的神性呢把它开发出来，跟耶稣基督的灵，跟这个五教圣人的灵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理神明就是理自性，你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他的那种牺牲的精神，他的那种为人民背负十字架，希望呢这个主能够饶恕这些世间的人，因为世间的人太愚痴了，
哦，愚痴是为什么愚痴呢？因为没有人教他嘛，没有人教他，所以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愚昧的。他们不明啊，不明呢，所以呢，要透过神明来讲，来教，透过圣人来教，把这个明的事情呢，交给众生。所以我们儒家讲明明德。哦，我们的德性本来是明的，今天呢，德性没有看到明的，所以呢，要再把它明。所以第一个字明是动词，要把它光明起来，把这个明德光明起来，这个叫理神明。你透过理是可以得到明的。哦，所以孔老夫子讲理，其实呢，在这个周朝啊，周公治理作乐的时候啊，他把理呢定得非常的详细。哦，3000威仪啊，8万细行啊，通通记录在这种礼的教化里面。哦，礼仪300，威仪3000啊，这个礼周公当时治理奏乐，如果说他的后人能够继续遵持下去啊，那么礼的教化早就在中国普遍实行起来了。啊，我们今天很多的礼节在中国找不到，必须要到韩国、日本去找，去看得到。礼失求诸也，礼失去了，求于四方的这些外国，没有办法，只要到外国去找。所以也就是野外啊，野外就是外国，外国还保留了当时中国的一些制度。所以礼失了，那是不是只有外国才能够找得到呢？其实，在大陆那边呢，他们也去深入民间去访查各种的这种朝代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章制度，哦，这些呢，这是礼仪文化，要通通把它考察出来。那是不是还有当地的这些耆老？哦，当地的这些资深人士啊，他们还懂得这些道理，请他们出来讲，甚至呢，请他们出来教，这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方式，是很好的。所以，如果周公治理奏乐那么精神啊，继续流传下来，周朝是不会亡国。啊，这个方东美先生说啊，周公所制奏的这个周礼啊，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啊，完全依乎人性。啊，完全依乎呢这个人的生活的标准。那么，如果说能够照着那个做呢，现在人呢，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礼的有无啊，是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平的安危。今天我们在圣诞节来讲礼神明，那是刚刚好，刚刚好借着这个时机啊，来讲我们今天过圣诞节到底是在过什么？圣诞节，请问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圣诞树啊。那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圣诞老公公啊。啊，这些大学生第一个想到的是派对啊，是要狂欢啊。圣诞节，现在普遍的人民被这些商品的这个促销活动这样打得眼花缭乱了。现在大家过圣诞节想到的都是这个，谁想到了耶稣基督？谁想到我们的主啊？难得啊，会想到主的人是非常难得啊。主是谁？主是我，主是我的那个良知本性啊，哦，是我那个内在的神性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过圣诞节要去礼拜
礼拜了我的这个神性，我有跟耶稣基督一样，那一份博爱，那一份包容，那一份牺牲的精神。因为众生跟我是同一体的，那众生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呢，我必须有义务来告诉他们，这个就是教化。我们道场不是要透过教育吗？透过教育把这些圣人的经教把它推展开来嘛。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开讲，不断的去办班讲学，不断的让世人能够了解，用各种方法，用唱歌的、跳舞的、戏剧的，或者是说用图片的、用文字的，种种方法，通通可以用。只要呢可以让世人了解圣人，了解圣人的教义啊，契机契理来做，那这样都是对的。所以佛陀说啊，他如果过世之后啊，要依什么为师啊？佛陀跟他们讲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了义是什么？了义就是说，对于现代当下的众生有帮助的，那是了义啊。可是呢，佛经不一定对当时的众生有帮助啊。你看现代的人，你要叫他来读佛经，那就是了义，那不见得，那不是佛的教法。但是呢，你佛的精神，你用卡通影片把它表现出来，大家喜欢看，那这个就是了义。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天人合一啊。上天的事情需要透过人来推动，那人类的教化也要透过人。那这些人呢，就是有心人，就是修行人，就是我们现在白养的修士。当然，五教的修士都算是在做教化的动作。那么我们是要特别强调，你教化，你要教到见性的部分。你不是把他教变成一个好人而已啊，你要把他教到成为圣人啊，这样呢，才叫做究竟啊。所以理神明要理到你自己内在的那一份神明，内在的那一份良知光明啊，那个理啊，才是彻彻底底的理。有用的理。今天如果你在理神明不晓得说，你从自信里面发出要跟效学这些仙佛的话，要学习这些仙佛，那么你的理神明是表面功夫而已，你没有深入基础，没有深入内在你没有发掘出那个内在的神性啊，你没有办法跟天人合一啊。所以你的理神明呢是没有作用的，你理再多呢，只是增加你的这个流汗流多一点啊，脚酸手麻这样而已啊，一点作用都没有。你只是在运动，那么运动也是好事啊，但是呢，我们讲到见理见性，你完全得不到功夫。所以你看，在《六祖坛经》里面。当你烧香献佛的时候，那个香是代表的这个五分法身香啊。你看我们在佛堂里面各种的这个礼神明的这些仪器啊，还有这些规矩啊，都有它表法的意义。六祖坛经他讲得好，五分法身香，香有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所以呢，
香不用烧多，你烧1柱就够了，你只要烧1柱来表法，那么你这1柱献上去，献出你的心香，你的心香要能够直透天庭啊，必须从你内在发。内在怎么发？从你的戒定慧发，从你的这个解脱知见来发。那么你看看，你戒就是戒律，我们说守礼，你的礼节做得怎么样？你在生活上的礼法做得怎么样？那我们昨天特别提到这个礼，在佛教在5戒里面，就是呢不邪淫，特别用这个例子。那不邪淫只是生活之中的一个规戒而已。在人跟人相处之间呢，礼就是一切谦卑的一个代表。一个文明越高的国家，它是越有礼节，它是越懂得礼貌，它是呢越谦虚啊。所以今天你看，在全世界里面最有礼节的是哪些国家呢？你就看看他们生活上的礼仪，餐桌上的礼仪，还有呢这个祭典上的礼仪啊，你就知道哪个国家呢，它的文化水平是最高，是比较高，所以都从礼啊表现出来。那么你看，在中国呢，它是本身在生活细节上啊，它都有一定的礼法的维系。你看君臣、父子、夫妇啊，这个兄弟朋友，这个都有一定的礼法规则在运作，它不能够逾矩啊，不能够越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礼法维持的一个很自然的运作，我们讲3纲5常5伦8德是回归自然的生活。那么透过这个礼法，就是让人回归到这种自然的运作之中。所以在中国礼的表现还是看得到的。所以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到现在中国这个民族都还没有被灭国，而且呢，它还越来越强盛。它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在圣人的经教从来没有间断过啊！而且呢，圣人的经教呢，这个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中国人华夏民族的心灵。你不管欧风美雨再怎么洗礼啊，中国人的那个根是不会改变的。你即使呢，你去这个住在欧美，你戴了这个假发，你换了蓝色的眼睛，那么你的根，那个根还是不会变。你对于这个人跟人的关系的那一份礼法，你是不会变的。你看在美国有一个地区叫迈阿密，迈阿密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啊，那他们那里啊，每天的这个夜晚狂欢的派对非常兴盛也就是我们说的夜店非常的多全世界的青年男女都希望能够到那里去狂欢所以每天迈阿密那个地方男女狂欢到隔天比比皆是。那么所谓的狂欢就是什么？完全的放纵说放松是谈不上完全的放纵放纵他的生命，放纵他的肉体，放纵他的青春所以每一个人
从那里醒过来之后啊，都觉得有一层很深的失落感。但是呢，人生又压力不断，所以呢，他必须再回去一次，去找寻那种迷茫、失落的感觉，让自己呢处在那一种茫茫不可知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会让自己暂时麻痹啊，躲过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那他们现在呢，借由毒品来更升华这个层次啊，所以呢，越吃就越堕落，越吸呢就越迷糊啊。那么青春的岁月很快呢就在这里消磨殆尽了。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前途大志，虽然呢一时想过，可是呢，碍于现实的压力，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家庭上的压力，还是呢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你看找不到工作也是一种压力，他们呢前途茫茫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呢就到那里去狂欢，借由毒品，借由这些重低音响，这些五光十色，所以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啊，就借由这些声光的这个享受啊，来麻木自己。我们要教育他，要怎么教育？真的是很难教育。那么我们台湾的夜店生活也是很热络，只是说呢，台湾人还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刚才讲到六祖所说的现香，现那个戒定慧的香，解脱之间的香。所以你要知道，礼神明的时候，当你在礼神明烧上一炷香，你要知道自己的戒定慧是不是真正的落实了。你在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真正得定了？得定是你在这个持戒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持续的、重复的、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呢，是比较能够返回我们自信的一个功夫啊。那博闻多学当然也是一门功夫啊，可是呢，现在人根性啊，不适合博闻多学，只适合一门深入。你在这个一门深入之中啊，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反复，结果呢，就在那里面得定。你看《楞严经》25圆通章，它里面所讲到的例子，通通都是这样子，都是在一个功夫上好好的练习，结果呢就得定了，得定就开智慧了，理神明就真的理到神明了。所以我们讲，我们内在有那个灵魂了，我们的魂根本不灵，不灵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你知道回家的路吗？你知道本来的样子吗？你知道这个三世因果吗？你知道整个宇宙天下吗？不知道啊。即使是鬼，我们做鬼了也不知道啊。鬼虽然也有五通，可是呢，他的通的能力呢，还是很狭隘，比不上神通啊。所以呢，理神明要真正的理道自性啊，你就必须从戒定慧开始。我们希望每天献香磕手的过程当中啊，让自己有一点点的觉悟，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清净，让自己有一点点那一份天人交融的那一份时刻，即使是5分钟、10分钟也好，每天来做这个功夫，那一定可以见到效果，见到真正的理神明。
那么你有智慧，你就可以解脱。哦，你可以解脱对于你这些外在的无明，哦，这些习气、这些烦恼，通通都可以放下了，没有什么好挂碍的。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他自愿去自首？哦，他不是去被人家抓起来的哦，他是去自首。然后呢，他说他要被钉上十字架。哦，他要流出他的宝血，为众人呢来洗罪。哦，祈求上帝呢能够原谅这些人。他在死之前呢，还讲了一句话，被定的时候呢，还讲了一句话：主啊，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你看，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代的教主，一代的圣人，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了，他还希望这个上帝啊原谅这些人。那真的啊，这些人真的不晓得在做什么啊，他们自己不晓得在做什么。那么谁晓得呢？佛陀告诉我们，只有修正到阿罗汉以上的人，他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呢，你的修行境界还达不到阿罗汉以上的成果，你不要跟人家承诺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他讲的话。哦，今天他讲我很爱你，我真的非常需要你，你不要相信他的话。那些政治人物在选前的那些承诺，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不是阿罗汉，他不是圣人。阿罗汉已经是出世的圣人了，那他讲的话才可靠啊。那他自己都不是阿罗汉了，所以呢，当你听到人讲的话了，你听一听就好，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理神明之中啊，看到我们自己一点点的良知本性啊。哦，这个是解脱香啊。解脱香就是要你有这些智慧来分别是非对错。那么解脱之见呢，就是你的理障。你学的这些东西可能会障碍你，因为你把它当作真的，其实呢，没有一样是真的。儒教的经典只是圣人的糟粕，这是庄子讲的。你看庄子批评这个儒家，他批评的也很有道理啊。你为什么要提倡孝道？你为什么要主张人要尽忠呢？这个都是形式上的这种累赘。那我们想想，庄子为什么他批评的对呢？因为孝道本来就是人的性德，孝你就是会忠啊。哦，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本来就是要遵守的，本来就是要行持的道理呀。啊，你肚子饿了，你自然就会吃饭嘛。你难道还要去宣扬说，哇，大家赶快来吃饭哦，时间到喽！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要来吃饭哦。没有这种道理啊。吃饭你不需要去宣扬，就好像孝道不用宣扬一样。为什么？孝道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就是人的道理啊。你作为一个人，就应该要有这些行为动作出来，这哪是需要宣扬呢？哦，你作为一个人，你要吃饭睡觉，这不需要宣扬啊。所以庄子用这个层面来批判儒家，来反省儒家，其实呢，这是给儒家一个很好的反省，很好一个补助的作用。因为呢，儒家没有讲到，没有思考到这一个层面，哦，所以呢，儒家必须透过道家的这个补助啊，才能圆满他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呢，
这个阴阳一圆满了，就是太极嘛。那一阴一阳之谓道啊，这个就是中国人这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啊。那我们在中国的思想5000年的思想之中，都是透过这样的逻辑来成长的。那么我们要透过这样的逻辑来超越我们的思想，从太极返回到无极，就是把阴跟阳合起来。把阴跟阳合起来，就是今天我们礼神明的意思。哦，礼是那个动作，是人透过那个有形的动作来做礼拜。神明呢，是我内在的良知本性，我的外在跟内在都已经是完全的朗现无遗，这个就是礼神明，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之见呢。哦，我透过这个外在的行为做什么？把我内在的神性表达出来。我内在的神性是什么？我内在的神性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哦，就是仁义礼智信，我把它做出来。儒家讲德艺善和全权福音，我今天呢能够做到这个信，我就把信完全100%的做出来，这个是德艺善和全权福音。儒家没有叫你说你必须全部的德性你通通要做好，通通要做到，没有叫你这样子，他只要叫你得一善而全权福音呢。你只要把在你的这一善里面好好的做，好好的去实践，把它圆满起来，那么你就是恢复本来的面目，你就是已经在礼神明了。哦，所以你看颜回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动作。你看他那个一箪食一瓢饮，一箪食一瓢饮是不是在做礼神明呢？他那一份没有妄想、没有执着，那一份清净无染的心，在做他的动作。其实这个就是礼神明。这个呢，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名师这一点，很专心致志的在做这种事情。你看这个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哦，学而时习之，我们老前人把它解释是学到那个名师一指点。哦，这个解释呢，当然是有他见性的一面。那学呢，有觉的意思，觉悟到名师这一点。哦，你又把你的这个言行当作是一种习惯，所以这个习啊，不是习性哦，不是温习哦，而是一种你的动作，你的习惯的动作，你就一定会做出来。你看先佛习惯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慈悲，就是博爱，就是度化众生，这个就是先佛习惯的动作。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先佛呢？因为我们习惯了自私自利，习惯了名闻利养，习惯了贪嗔痴爱，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做神，我们没有神，没有名，就差在这里。那透过礼的动作呢，我们放下，把这些五欲六尘，哦，贪嗔痴爱这些名闻利养，通通放下，回归到我的这个神性，回归到我的神性，我自然圆满充足，我自然的具足一切。这个是礼神明，所以礼神明的意义啊，真的是非常的深。那么我们讲到神明，它里面呢又有分很多。我们古时候的神明呢，又分很多神明，所以呢，分很多神明，有些神明呢，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一份良知良肉的良知良人的那一份道体，而是呢，他也有他的烦恼、挂碍，也有他的牵缠。
那么他是因为有烦恼、有挂碍、有牵缠，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实体的人。那他跟我们居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尊重他，因为呢，我们看不到，可是呢，他居住在这里，我们要尊重他，就好像我们今天尊重天地，尊重这些草木、这些树木、这些花草一样。哦，你不尊重天地，不尊重这些树木花草，好，哪一天他反扑了，他让你得到教训了。你在那里哀天怨地骂政府啊，骂别人啊，都已经没有用了。你要想到，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讲到礼神明是讲神跟民，神一定要民哦。那有没有不神的民呢？不民的神呢？有不民的神。那么这个不民的神啊，我们必须要等到下一次再来讲。我们今天呢，必须把这种理智性的道理，把它说清楚，把它讲圆满。一切法唯心所造。那么心呢，是我们一切造作的源头。那么心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都是呢，你那一份的那个性体开发程度了多少。心就好像乌云，性呢就好像太阳。那么你乌云太多了，太阳就显露不出来。那乌云去除了，太阳就会出来。我们讲到礼神明，这个礼的动作，礼的意义，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清楚呢，就是凡人心即神，神即心呐，无愧心，无愧神。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功夫啊，要做到这样子。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神的一个视线，但是呢，所谓的神明，是不是你这个神就明了呢？那这个是呢，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所以六祖坛经在做产品里面，他讲到缘不着心呐，意不着境，意不是不动。也就是说，心本来就是妄，心是由妄所幻化而成的，心是不存在的。那么心的呈现呢，是由这个神明的这个自性、这种灵性、这种明啊所呈现的。但是心这个心不明了，它呈现的心呢，是一种妄想、分别、执着的相。所以呢，这个心跟心是跟明啊是没有关系。性本来是明的，神也本来是明的。今天神不明，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那个动作没有做，也就是说，做人的基本角色啊，你没有做好。所以关圣帝君叫我们：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七心，便是七神。那这个道理啊，它反映出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人情世故啊，都是神性的朗现。当我们在对待一只动物，对待一个花草，或者是说对待这个万物，写一支笔，看一个电脑，用一个灯光，对待这些万物的时候，其实呢，这些万物是因为你的神明了，所以呢，它的作用就产生了。它无时不是存在的神的名在视线你。那这个道理非常难懂，所以呢，儒家告诉我们，你只要把你的
角色本分先做好。无愧心，无愧神。若是七心，便是七神。你如果背对了自己的良心，灭了自己的理性啊，那么就是七神。那所以道之宗旨叫我们理神明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当下，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不是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神。那么不管你的生命呢精彩不精彩，其实呢都是神的一个朗现。那你今天生命不精彩，你表现在外面的是这种脾气毛病，你的第一个受益的身体被你糟蹋了，你的身体不够清安，疾病一大堆，面貌丑陋，不够庄严，那么你的这个记性不好，你所表现出来的智商也不高，等等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礼神明的礼的动作，已经呢有所失略，不够周延。那么我们怎么要懂得说，神随时处在我的生命之中呢？我们不需要去发现神，去把神挖掘出来，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神性的朗现，都是到底的充盈啊！你只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空的状态，你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所以重新起劲了。你要真正的做到理净、澄净，甚至呢，你要做到清净，那么还是要从这个心做起。你要先从有为入无为，渐修入顿悟啊。所以呢，礼神明告诉你，从佛堂佛规礼节，从这个生活里面的人情世故，从这个大范围的三纲五常，这样呢，慢慢的去扩充，慢慢的去做起啊。所以你看，我们佛堂里面各种献供、献花、献佛，各种佛规的一个举动啊，通通都是一种礼神明的动作。必须知道，你的这个神明呢，是告诉我们，神是我们自己，神不是别人啊，神不是坐在那里。今天你献供水、供茶，什么意思？水是平等，水是清净的，水是呢让人觉悟的。所以你爱打瞌睡啊，就用水去冲一冲，让你觉醒一下。所以水的表法意义啊，非常的多。圣人都喜欢水，水的德啊，可以呢映照出君子的德，这个修行者生命的德。所以孔老夫子喜欢在大河旁边看水。老子直接讲水的七种德性。老前人直接用白水做他的名字。那么水的德，今天我们供水，我们懂不懂得水的德？从水的德里面呢，了解到说，水的德其实是我们内在神性的德的朗现。我们看到了他的德，那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德呢？
哦，所以六祖坛经告诉我们，如果修不动者，就是说但见一切人实，不见一切的这个纷争与对待，哦，是非善恶的过患。面对一切人，没有是非对错。哦，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世间没有过，只有自己有过。那么自己的这个过呢，是因为我们的心起了分别妄想，起了无明烦恼，然后呢，对照出来，产生出了那个相，会认为说那是错的。其实错在我。如果你神已经明了，你知道那个不是错误，那个是一种这个妄心的过程呢，妄心朗现的过程。可是妄心是虚妄的，虚妄的就不是真的，所以呢，那不是真实的。一切事件的现象不是真实的。哦，你要体现出这个生命的过程啊，让它时时警戒你，告诉你，这个才是礼敬这个礼的精神的所在。啊，一只鸟飞过来了，一个蝴蝶在那里飘动，一朵花在那里绽放。哦，一阵风吹拂过来，这个都是一种生命的乐曲，生命的歌章，一种神性的朗现。它这种神性的朗现呢，扩及到整个宇宙法性，那个就是我的生命。当他起这个相的时候呢，他是要让我们清楚，我们自己是随着那个花，随着那个草，随着那个云在飘动。那我们礼拜他，我们知道说自己可以视现神成那个样子，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找答案。只要你往内反观啊，发觉到说，原来生命是这么样的具足圆满，我的神性呢是随时充满。哦，我们本来是说住在里天，我们的故乡，现在来到这里，异乡，叫做他乡。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跑到他乡来住？跑到他乡来住，现在回不去了。那是因为我们理神明这个理啊，我们失去了。哦，我们不晓得自己就是神明，我们没有把神明的动作做出来。神明的动作就是理啊，所以我们没有做出来。神明的言行也没有做出来，我们不明。所以今天各家各派谈这个放下，谈无为，谈空。谈烦恼脾气，其实呢都是同一个命题，都是要告诉我们呢，让自己生命呢成为无负担的状态。你回归到自己，回归到自然，无负担的状态就是没有这些烦恼。你在烦恼什么呢？烦恼家庭，烦恼事业。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你烦恼也没有用，哦，因果还是不断的在轮回啊。做了如是因，得了如是果，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那既然烦恼没有用，你干嘛还要烦恼呢？那么可以解决的事情，你赶快去解决，赶快去做啊。哦，你也不需要为可以解决的事情而烦恼。所以，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烦恼？没有事情可以让你烦恼。一切呢，只要放下，回归到自我，回归到那个自然的生命，让我们身心自在，让我们呢跟整个大自然呢合为一体。记住，我们说合为一体，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了，而是承担起来哦。你承担起你做父亲的责任，你做学生的责任，
你做老师的角色，你做员工、做老板，你做一切世间人的角色，这个责任把它承担起来。你融入在这个责任之中，你欢喜付出，甘愿接受，你做的人欢欢喜喜，这个就是你的神性。你不需要去大自然去接受神性的洗礼，也不需要去教堂接受显化、接受神明的安慰，都不需要。在生活当下，在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的过程当中，上帝不需要被发现了，我们只是忘记上帝而已。我们为什么会忘记上帝呢？因为呢，我们被累劫以来的习气掩盖住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内在有这个神性，有这个上帝。借由佛堂礼神明的动作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圣性呢，神性是如本质具足，如不动。而且呢，神性呢，本质清净圆满，那个都是我拥有的东西呀。今天我为什么要去追求我拥有的东西呢？那是一件错误的。本来拥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追求的，你只要放下。你对于世间的这些贪嗔痴爱的执着，你试着去把它放下。对于人情世故的包袱，你试着去把它放下。去接受它，去面对它，去解开它，然后呢，你去把它放下它。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得懂这个放下的意思是什么了。所以儒家教人三位四之以胜其笃。三位四之，三位为天为大人，为天命，为大人，为君子，为圣人之言。这个是三位。所以对于天命，天的命啊，天的命是什么？天之命就是所有一切。天的命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大人之言，为大人，大人是他有德性，又有呢权威。那这个是我们要敬畏的圣人，圣人之言，圣人的言论是生命的言论，智慧的言论，所以呢，我们要去听受他。三位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不知的。欲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所以司马光为什么让人家这么赞叹？他说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的，这个是非常光明磊落的。他在写这个《资治通鉴》的时候，跑到地下室，他们加了一个地下室，在那里埋头苦练呢。那同时有一个大臣呢，他只要在这个批公文、看书的时候，就到他们的楼上去、楼阁去。所以当时人民有一句话就在流传的：“王家上天，司马入地啊。”王家呢都跑到上面去，王家的这个大臣王拱辰。那么司马家呢，司马光啊，到地下室去，结果呢，成就的是这种最谦卑的人，最懂得节省的人。我们的生命来这里，你有多少福报，那是外加的这个生活物资啊。这个物资啊，它只是提供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这个肉身的一切资粮。那么肉身就是我们的衣服啊，衣服穿好穿坏，跟我过这一生有很大的关系吗？
没有很大的关系呀。但是呢，人还是想穿好的衣服，所以呢，这个你必须要修福报。所以我们说福慧双修，啊，我们说青红双享，这个才是圆满的一个圣人的表现。那么虽然修行人不在意这种外在的享受，但是呢，为了教化世间的人，他必须呢要有一个样子出来，啊，至少你的相貌要圆满，哦，你不能够说呢自己呢苦哈哈的，哦，一点菜瓜相，结果呢你说要教人家吃素，去教人家修行，没有人敢跟你修行了。啊，这个是福慧双修啊。那青红双享呢，是我们今天特别的白养修士啊，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的。那青红双享其实呢是告诉我们，在红福跟青福之间啊，得到一种中庸上的平衡。红福呢是我们世间的福报，哦，我们可以在家出家。那这个在家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家啊，哦，你必要安置这个家，你要安置这个家，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造成你的生活上的一个丰满，这个是红福。物质条件造成你生活上、生命上的这个一种障碍啊，那么这个就不是红福。所以修道人呢，都有红福，因为修道人懂得布施，啊，用这个财物的布施，用这个身体的布施，都是布施。哦，智慧的布施，这个无畏的布施，都懂得布施。所以让自己成为空的一个首要的条件呢，就是让自己布施。你会说我一个月才赚1-2万而已，我怎么布施啊？不是这样子，布施不是在看你的钱的多少，而是看你的这个心意。哦，我们这里讲礼敬嘛，礼敬就是那个心意啊，你那个诚意有没有做出来？诚意做出来了，你那个1块钱的功德，那比那个100万的功德还要大。所以为什么菩萨他们在做布施啊，他们一点点的功德都比凡夫大上很多，没有办法相比啊。因为菩萨的心量啊，尽虚空遍法界，凡夫的心量呢，只是一点点，甚至呢，只是为了有所求而布施啊，那差太多了，没有办法比。所以，当我们供这杯水给神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不是神明要喝的，这一杯水是给我的神性，表示我的神性。我的神性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哦，所以有很多德性，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孔子传》里面有看到。哦，水经过的地方已经是滋润万物。哦，水能够洗涤万物。水呢，不管跟什么地方、跟什么东西混了，都成了他们的一个部分。水不会跟人家争。哦，你咖啡来就变成咖啡，牛奶就变成牛奶，果汁变成果汁，水跟万物融合。水是最谦卑、最低下的，所以呢，它都是往低下流。所以水尽于道，就是因为水的德，实实在在的朗现出那个道体出来。所以当我们供水的时候，要知道，哦，上清下浊这一杯清净的水是代表我们的性德。那我们又供下浊茶，这一杯茶又是什么意思呢？茶是染浊的，
那茶是污染的，那么茶是污染的，这代表呢，我们对于污染的这一切的这个一切啊，我们这个大地的一切啊，我们必须呢，和光同尘，我们必须呢在尘不染尘，好，代表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下浊茶，上清下浊啊，天地要合体，阴阳要合一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抛去这些外在的都不要了，放下一切都不要了。我们一直在强调不是这样子，而是去承担它，去接受它，去圆融它，去和它，把这个世间的一切啊，把它呈现出一种和的状态，把你的清净呢跟这些污浊啊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呢就是呢代表没有所谓的清净污浊，其实呢道体本善，道体本是圆满。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性是善，性是恶，性是不善又不恶，或者是说性是可善可恶，这个呢都不是一个修行人见到了道体所应该讲的话。那么真正的了解到性是本来至善，性止于至善呢，那么性可恶，是因为人的那种习性，人的习性呢，就是呢贪享受，不愿意付出，人贪有，不愿意无，人贪生怕死，这一切的都是变成习性，所以呢，性是恶的，所以荀子说性恶，这个恶是属于这个习性。那我们的习性呢，是累劫累世所累积下来的。所以呢，习性也是我们的神之一啊。但是呢，习性造成我们的神不明，变成恶的。那又有一个可善可恶，非善非恶，那也是人的秉性。习性跟秉性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意思。那么秉性呢，是人出生之后的那个性。那么人既然会出生了，已经夹杂的这个血肉心了，血肉心就会让自己呢忘记的那个清净圆明的那个本性。所以为什么这个孟子他是圣人，荀子呢也不是圣人，杨雄其他的人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为什么？各位要知道这是为什么。甚至有一次我在上中国思想史的课程的时候，我问我们的那个教授王邦雄先生，荀子说性本恶，孟子说性本善，那么为什么孟子成为圣人，荀子不是成为圣人？甚至呢，在孔庙里面，我们找不到荀子的牌位，为什么？王教授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要去查查看，如果真的在孔子庙找不到荀子，他要写书去抗议。那么现在有没有呢？现在好像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照理讲，荀子在儒家的这个系统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儒者。他对于整个教育的体系整个儒家教学的建立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荀子没有配享圣庙，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明了荀子他的这个眼光啊，只是顾及到人的恶的那一面，也就是说人的习性的这一面。那么在习性的是假象，我们贪嗔痴爱，我们脾气烦恼这些呢都是虚幻的。可是呢，他不知道，他没有看到这个。那个真实的是什么？真实的是我们那个清净光明，本来具足、本来圆满的那一份性体，是至善的，是性善的。孟子想的性善是在指这个原点的性善，不是在指那个习性秉性上的善，或者是恶。我们的良知本性是至善的，这一点呢，必须呢接受明师一指啊，接受这种圣贤的这种洗礼啊，你才会了解，真正的人是充满神性的，是充满道体的，包括外在的物跟我们一样，都是融合在其间，都是在道的里面这样悠游自得。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呢？只要你放下了，放下这个儒家教我们用圣笃的功夫，一动一静啊，这个神明鉴察，实目实手啊，理所必至啊。所以这个一言一行啊，都有整个天地鬼神在鉴察你，你哪里逃得掉呢？所以我们今天引出这个天地鬼神，跟我们讲到理神明，其实是两种神，是不一样的神。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了解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必须把这个儒家他教我们放下的道理把它说清楚。放下呢，就是慎独。你看那个独的功夫啊，独就是无啊，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啊。你要慎重的让自己随时处在一的状态。那个一呢，其实就是空无的状态，其实就是无为的状态。你要格物啊，格物把自己处在这种一的状态，就是慎独。所以慎独啊，儒家透过敬天地、理神明、爱国忠士等等的这些道理啊，告诉我们进入那个独的那个状态。那个独是天地一体，宇宙合一啊。所以大自然是怎么样复杂，我里面的小自然就怎么样复杂。大宇宙是怎么样的一个本体，我的内在的小宇宙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本体，运作通通是一样的。我跟宇宙是没有分别的。这个是慎独。所以慎独啊，了解到我里面所做的一切，言行所做的一切，都跟整个天地相通的。所以天地鬼神都知道，都看得清楚你在做什么。暗夜之中看得更清楚，没有所谓的白天黑夜，都是清清楚楚了。所以当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问起这件事情有没有违背你的良知本性。这个是慎独啊。慎独的功夫啊，要自己去想。深者见深啊，浅者见浅。这不是用说的可以说清楚了。那么今天我说了，你把它拿来做，你做到了，你已经进入慎独的境界了。我光在这里讲，我做不到，我没有进入慎独的境界。所以儒家为什么要让人怀着诚敬，怀着礼敬，怀着恭敬？因为那个敬啊，让我们知道随时能够处在慎独的功夫。
我要跟天地是合得的，我跟鬼神何其吉凶的。哦，所以为什么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哦，诸葛亮讲了，非淡泊无以明志啊，非宁静无以致远啊，就是处在那个慎独的状态。那么你的志呢？志是天地的志，所以那个志呢，就好像佛家所讲的那种愿，愿一发出来啊，那个是直下承担的，因为那个愿呢，它是看到整个现象，它是知道整个天地宇宙的关系，所以呢，它现出来那个志啊，是一定是发自内在的那一份良知本性而发的。所以圣贤人就教示啊，圣贤人化世在这个世间，他因为呢，他懂得了，他从慎独知道这个礼敬，他对于一切众生、一切事物都是要礼敬。哦，这个是慎独。那佛家呢？佛家教我们的布施，布施就是从你的身心内外布施起。啊，1块钱也可以布施啊，你一句话也可以布施啊，一个微笑，啊，一个这个拱手，都是在做布施啊。那么你从布施做起啊，你会知道说，慢慢的你外在的这些成见、这些执着、这些分别啊，你可以放下了，你进入一个独的状态啊。佛家讲空，哦，让自己成为空，让自己成为神。哦，所以成为神要怎么成？就是让自己空啊，进入独的状态，就是成为神。那么进入空的状态，你这个神啊就灵了，神就明了，所以灵敏，所以理神明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一个空的状态。哦，上经下左的茶每天都在诉说的这个道体，每天呢都要告诉我们这些道的视线，告诉我们这些教化，让我们知道说如何让自己身心合一，哦，天人合一，啊，阴阳合一。所以我们的这个早晚献香、献茶，我们的献茶其实是以前对待贵宾的样子。哦，无上的贵宾啊，至高的贵宾啊，我们用茶表示我们的诚意，用水呢总是看不出诚意啊。所以我们这个道场啊，沿用的儒家的这种生活作息啊，用茶来供奉给贵宾。那可是有的人说茶并不能够表法，其实茶也可以表法。茶的表法呢，它表示一种无上的恭敬。哦，也就是说，我用最好的茶来供养你。哦，你到我们家来拜访，我泡了最好的茶，这是中国人最高的古礼啊。你用了一杯白开水，这哪是要什么礼呀？根本没有诚意嘛。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水啊，清净的水有它的法味。这个茶叶的茶也有它的法味啊，你不能够说下浊茶就没有法味，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完全是出自于我们的心意啊。那么神既然不是说为了你这杯茶，为了你这杯水，那么你要知道，你献茶献水，你要献给谁啊？
哦，所以那先前我读到《弥圣经》，这个关圣帝君桃园三结义，哦，用天河水来荡涤，成灾龙虎风云会，用这个天河水来荡涤。天河水就是那个清净平等的法水，哦，那个没有分别、没有挂碍的智慧水，那是清净的。但是呢，来到后天之后，我对于我的这个长上，我对于我的朋友，甚至对于我的下属，我也是用恭敬的态度、礼敬的态度对待他们，所以我泡茶。所以茶也是恭敬。我们现在对仙佛也要用恭敬的态度，所以我们用茶。其实仙佛呢在不在意啊？人讲生意吃水甜啊，仙佛不在意啊。但是呢，每天要有那个形式啊，所以呢，你每天要表现出那个净体出来。净体是什么？你就是现茶。哦，现香、现茶是我们佛堂最主要的两个表法，还有个磕头。那磕头，我们礼拜这些诸天仙佛，礼拜师尊师母。其实礼拜的是天地君亲师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慧命都必须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